穿越了。大明嘉靖年间，这开局一间破屋，一身烂债，一个比纸还薄的钱袋。读了几年书，自没认权，架子倒不小，把村里人全得罪光了。罢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先回屋盘点一下，看还有什么家当。清河，人可领回来了。人？昨日你不是把聘礼拿给媒婆，说要领个小娘子回来的吗？还说那小娘子是好人家姑娘，就是地方远了点儿。我见你家中连个红纸都没贴，可是银子不够。大伯又给你带了点来。成亲是大事，你可得好好置办。想起来了，原主问大伯借了5两银子，说要娶媳妇，结果全砸青楼里了。那屋里这人……夫君，可以吃饭了。清河，这女娃子是谁？大伯，这其中恐怕有些误会。误会？我给了你5两银子，你就带回这么一个小豆芽？5两银子，不说村花，就是城里的姑娘都能娶回来了。这姑娘瘦成这样，一看就不好生养，这儿你肯定被人骗了。夫君，原主你个浑人，醉得不省人事，还能在路上娶个媳妇回来，这下可好，怎么跟大伯解释？大伯，我这头有点晕，您先别急，让我先捋捋这事儿。头晕？是不是读书太用功了？那你先缓缓，大伯不吵你。下午我再带人过来。那些媒婆简直岂有此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唐，昨天是夫君在路上把我带了回来。你也坐。我昨日醉得太厉害，记不太清了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。我昨天要被舅舅带去关梅，夫君半路把我取了下来，让我跟着你回家了。我给了多少聘礼？1000银子呢？1000银子100文，1斗米大概40、50文，算下来也就30多斤米。30斤米能换回一个小媳妇儿。聘礼虽然贵了，但我很能干活的。我虽然瘦了些，但是可以生孩子的。你多大了？18了。我虽然瘦了些，但是我很能干活的。你的腿坏了好几年了，昨天夫君也知道的，表哥跟你说过了。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不影响干活的。我会好好干活，不会让夫君浪费聘礼钱的。1000银子，腿有残疾，差点被亲舅舅随便扔给管父，这小可怜比我开局还惨。行了，先留下吧，下午我同大伯说说。多谢夫君。怎么有一股子霉味儿？夫君好久没用厨房了，米缸的米发霉了，我洗了好久，煮熟了，不碍事的。呀，还有一只米虫，我给夫君撇出去。你也吃吧。是。夫君。给，把这个喝了吧，晚点再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粮食的。不要米，米留给夫君吃。米缸里还有米吗？还有一些的，估计还够吃3、4天了。我饱了的，夫君把剩下的米吃了吧。我吃饱了，剩下的米你都吃了，吃不完就倒掉，晚上煮新的。米缸里既然还有米，那就多放点米，不然我吃不饱。夫君是读书人，肯定有自己的规矩的，但是也不能倒掉的，我得全部喝掉才行。这底下可都是白米呢。
这白米真软和呀，完全不刮嗓子的。唉，这条件真是狗见了都摇摇头走了。就这样，居然还得了一个勤劳的小媳妇儿。等等，大伯下午还要带人来，我拿什么跟他解释？说银子全孝敬花魁了？不行，原主干的蠢事不能让我背全过，得想个说辞。先翻翻房间，看看还有什么家当。亏的原主还是一个读书人，狗窝都比这干净。2亩下等田，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好歹不算翻了个寂寞。来得这么快，算了，先应付过去再说。夫君，大伯又来了，他还带了好几个人。没事，你先进屋待着，我来应付。笑什么笑？都给我闭嘴！清河，这天太热了，出了不少汗吧？要不你先回去洗把脸，大伯带人在堂屋等你就好。不知道啥时候蹭的灰，怪这俩人笑成这样。好，那麻烦大伯你们在屋里等等我。这沈清河以前不是说读书人要注重仪容？上回大新儿子摔在他面前，他还赶紧往后退，撩起长袍说别弄脏他衣裳。爹，照我说你就别理他了。他先前不是当着众人面说不用你管的吗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别说了，无论清河要不要我管，我都是大伯。你这个做堂哥的再在背后笑他，小心我抽你！在那里做什么？太阳太大了，别在外面站久了，小心中暑。夫君的衣裳掉地上了，我给夫君捡起来洗了。那些太臭了，先散散味儿。没关系啊，我拿去河边洗洗就好了。大伯他们过来了，在堂屋里等着。没事儿，我会跟他说清楚，你不用怕。这些衣服先不着急洗，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房间，被面也拆下来，到时候一起洗了。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干净的衣裳，帮我找找出来。夫君不用说帮的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那你去忙吧，我洗把脸就出去。夫君等等我的，水缸有些脏，我还没来得及洗，我给夫君从井里打水洗脸。我来吧。不用呀，我可以的。你的眼睛……对不起，我是个骗子，我骗了夫君。爹，这沈清河也太慢了，洗个脸洗多久？急什么？又没让你去干地里的活。有德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多少钱，都得要个说法。那女娃子瘦成那样，一看就是媒婆坑人。是这个理。沈清河，你这太慢了！闭嘴！确实浪费了些时间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不久，就等了这么一会儿，不碍事儿。你不用管你堂哥说的，他也没什么屁事干，一天到晚胡咧咧。清河，说正事儿。那女娃子呢？今晚让她去祠堂过一夜，明天我们把人带出去，找媒婆把多余的聘礼退回来。你说是哪条村子的媒婆？大伯，不用麻烦了。人是我带回来的，就不带回去了。不带回去？5两银子啊！这银子我拿去选花都够了。是啊，大伯当时也是糊涂了，这么贵的聘礼，应当和你一起去看看的。你一个读书人去做这些事，实在难为你了。这姑娘你要是喜欢可以留下，但多收的聘礼必须退回来。
有德说的对，人可以不退，多收的钱得退。大伯，三叔公，人是我带回来的，如今人清白没了，我理应对他负责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不负责任？眼睁睁看着一个小姑娘去承受那些莫须有的，而且我一个读书人，事情真闹大了，对我的名声也很是影响。真严重起来，我可能连科举都参加不了了。科举都参加不了了？是的，读书人最要紧的是名声。我若是因为这事不能参加科举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那确实不能去找了。那银子呢？5两银子就打水漂了。先前我爹给你倒贴的加起来都10几两了，你拿什么还？你给老子住嘴！至于我欠大伯的5两银子，等过一阵子我再还你。那你得告诉我们这个媒婆是谁。我们不把人带过去，但也要知道是谁。日后村里的大伙好避开他，免得白白被坑了。这媒婆是外地来的，操的哪里的口音我也不知道。昨天我头晕的厉害，没记太多。这事儿就先这样吧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先这样吧。不过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对，随时来跟大伯说。都散了吧。你爹还想着倒贴沈清河呢，他这才娶妻，仪式都没办，这些东西置办起来可要不少钱，别到时候把你娶媳妇的钱都花光了。我爹是一家之主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那是他侄子，他就是搬空了也有他的道理。至于我娶妻的事儿，我爹肯定更看重。不是，你方才不还嚷嚷着让你爹别倒贴吗？我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，你最好少说这些，不然被我娘听到了，她能把你骂死。方才在堂屋里，大伯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听到了一些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我是骗子，我骗了你。我阿娘说过的，我不是灾星，但是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我又没说让你走。我知道的，夫君是读书人，不适合赶我走，不用你开口，我自己走。你能走去哪里？昨天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这附近有山，我去深山里头找个山洞住着。山里有狼，还有大虫，你这小身板，大虫能一口一个，不怕吗？我没有肉不好吃，大虫可以吃有肉的动物的。行了，把头抬起来。我问你，你这眼睛影响看东西吗？不影响的。这是什么颜色？青色的。不错，远一点呢，能看清那边晾衣杆上挂的是什么吗？是夫君的旧长袍。既然不影响看东西，那就没什么，不过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眼疾罢了。眼疾？城里人心医馆的大夫说过，这种眼疾并不传染，也不影响日常生活，只是天生如此，治不好罢了。夫君，不觉得我是怪物吗？你腿又是怎么回事？好几年了，以前摔过一跤，后来走路就这样了。虽然我腿脚不好，但不影响干活的，洗衣做饭、种地砍柴我都能做，我不会白吃夫君的米的。我以前把家败得差不多了，家里也没什么余钱，你留下来只能跟着我吃苦。我不怕吃苦，我在家里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，洗衣做饭，田里的庄稼我都能伺候，我还会上山砍柴，我什么都能做。行，那以后就有劳你了，我收拾屋子实在不太行。我会好好干活的，不过我做的饭可能不太好吃，以前在家都是吃糙米粥，白米我没怎么做过。没事儿，做熟了就行，我不挑。
总算是暂时摆平了。接下来得想法子挣钱，米缸里那点玩意儿撑不了几天。清河，你既然娶了媳妇儿，今晚得吃好一些。大伯家里也没准备什么东西，这些你先拿去用着。你今天脸色不大好，冲碗糖水喝了，也好有些力气。这几天你要是听到你大伯母说了什么事儿，你别管他。元神以前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，却还能得到这般真心对待，为了那些莫须有的人活活气死，太不值当了。必须好好活下去，给所有关心你的人争口气。等等，糖，白糖，有办法了。1、2、3，起！啊！大伯刚刚又过来了，给我们拿了些东西来。你在做什么？水缸太脏了，得洗洗，把它打满水。你拿进去，水缸我来洗就好。我来吧，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要干这些粗活了。拿着，里面的东西金贵着，你去放好。咦，这么轻的吗？夫君，我来洗。我会洗，你去吧。要是搬不动的东西，喊我就是。哎，夫君，大伯拿了盐块和糖过来呢。东西不多，先用着吧。等赚了钱，再买多些回家囤着。你见过白糖吗？没见过。别说白糖了，就是那种糖块，我也只在舅妈家里见过一次。她看我多看了一眼，赶紧就藏起来了。没事儿，今天你不仅能看到，还能让你尝到。夫君，是可以用木炭来制白糖吗？不错，去洗一个日后不用了的锅来。夫君太好了，不仅把我救下来，不嫌弃我腿脚的毛病，也不嫌弃我的眼睛。这是除了阿娘外，第一个不因为我的眼睛嫌弃我的人。只要我勤奋一些，就算不能让夫君顿顿吃白米，也不会让他跟着我一起饿肚子。苏糖，去把这些糖全部煮了。这还是糖水吗？这肯定是成了。夫君，晚饭也好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吃完，不吃完今晚不让你睡觉。要睡觉的，今晚得洞房呢，得睡觉才能给夫君生孩子的。吃吧，家里的米你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出去城里书屋看看，能不能接一点抄书的活。先把这段日子的伙食给搞定了。成了，看，这就是白糖。哇，这就是白糖，好好看呀！等锅里的这些糖再烘干一些，就可以倒进碗里晾干了。
明天我把这些糖拿去城里问问，看看他们收不收。要是能卖个好价钱，那就再买些糖回来提纯，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正营生意。来，试试看甜不甜。夫君尝就可以啦。我不爱这样吃糖，你帮我尝尝。好甜呀。那给你留点在家里吃。不要不要，太金贵了，可以拿到城里去换不少钱的。换了钱，夫君可以买白米吃。不差这点，一会儿用锅里温着的热水洗个澡吧。明天早起得锻炼一下才行。好啦，夫君也洗了，锅里还有热水呢。怎么才用了这么一点？我用了半勺啦，剩下的给夫君用就可以了。现在天气热，不用热水倒也没事。不过最近要换季了，小姑娘这小身板我确实有点担心。以后锅里煨着的热水你都用，不用给我留。可是夫君是读书人，身体金贵着呢。就是为了读书，才更要用冷水。你听话便是了。好，我听话。上面沾的白糖刚刚给小姑娘尝了味，这个节俭的小丫头只小舔了一口就不舍得再吃了。赶紧赚钱吧。走吧，厨房也没什么要做的了，回去睡觉去。睡觉了。怎么不过来？我来了。要是冷了，你记得盖些被子。夫君，睡觉就能给夫君生孩子吗？啊？谁跟你说的？我舅妈说的。她说女娃嫁了人，睡觉就能生孩子。我今晚睡了，明天是不是就有啦？没那么快。行了，睡吧，明天还要干活。夫君，起这么早啊？你醒了，我去镇上一趟，你在家好生等我。夫君路上可要注意安全，要不要我也跟着？不用，你在家洗洗衣服吧，我中午前就回来了。那我在家做好饭，等夫君回来。哟，我们村的文曲星老爷要去书院上课了。今日怎么不酸几句什么子曰爹曰了？状元老爷来了，今日怎么这么早啊？状元老爷今天要和我们这些泥腿子一起坐牛车吗？瞧你说的，人家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，怎么会和我们这些人一同挤牛车？原主座作为村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因为太作，几年功夫就让全村人都讨厌了他。以前听到这些话还沾沾自喜，以为别人是在恭维他。唉，人傻没腰衣啊。这位客官需要买些什么？这位小哥，不知道掌柜的可在？请进。什么事？掌柜的，我这儿有个好东西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？这是白糖，确实是白糖，没有杂味儿，品相不错。这个白糖你卖？自然是卖的。不过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远方亲戚带来的。
说他认识的人还能弄到更多。若是价格合适，我回去还能再帮你问问。你这东西不会是偷来的吧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一个读书人，岂会挥些不义之财？要不是家里实在缺银子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你这掌柜好生奇怪，居然这般污蔑于我，我不卖便是了。抱歉，是我说错话了。这位公子不要见怪，我们这里自然是收的，差1两半到2两5钱，算足秤吧，一起750文钱。掌柜的，你可不能瞒骗于我，我的同窗中也有不少家在城里是有头有脸的。怎么会？不知道公子的夫子是哪位秀才公？我的夫子是李秀才，您先结账吧，我还得趁亲戚在家去谈后面的事。数清楚了，750文，公子收好。掌柜的，你这里还有原糖卖不？原糖有，不过那东西又黑又粗，一般都是做糖点用的。公子这读书费脑子，买回去泡糖喝，贵的吃不起，原糖便宜点就行。公子倒是个实在人。行，你要多少？来400文的吧，再拿1块盐巴。400文原糖，50文盐巴，刚好450文。公子，你这一趟卖糖的钱，转眼就去了一大半啊！银子赚来就是花的，不过这白糖确实不错，我亲戚那边应该还能弄到更好的货，到时候再拿来给掌柜过目。那感情好，公子下次来直接找我就行。客官要点什么？白米怎么卖？上好的白米10文1斤。来5斤白米，再称3斤白面。白米5斤50文，白面3斤24文，一共74文。多谢。客官打油，打1小罐香油，能装多少？这一罐正好装1斤。行，打满吧。15元。多谢。买肉，猪肉怎么卖？肥肉14文1斤，五花12文，瘦肉10文。要2斤五花，2斤1两，算你2斤，24文。包好了，回去炒着吃，香得很。是得好好吃一顿了。回去先把原糖制成白糖，再跑一趟城里换钱。伙食改善了，人才能养好。中间还得找点别的营生，不能光指着一门生意。家里没面粉，不能给夫君做干粮。这下面粉也买了，肉也买了，他应该不会再愁眉苦脸了吧？这3正书屋是陈员外家的，听闻现在正为中秋灯婚会收集灯谜呢。今日做馆的是现学的何秀才，听说灯谜选出来后会送去给县尊大人过目。布的最好的，不仅能得到书屋奖励，还能在县尊大人面前露脸。是啊，刚刚有个学生写了个灯谜，连丙等都没上，也得了个10文钱的奖励。何家村学子何荣浩，1等灯谜1个。人家出个灯谜就得1两银子，反正谁薅羊毛不是薅？请问这灯谜还收不？自然是收的，还请向前来。那个就是他吗？他怎么还敢出来城里？不怕被赵公子打死吗？我要是他，我就直接找一根树枝吊死算了。听说这人之前去醉香楼那边被赵员外的公子撞见了，他的夫子刘秀才得知后很是生气，直接把他除名了。这么快，他不会是瞎写了2个字就交上去了吧？这真是你想的？自然是，不然秀才公是否有见到有人和我出的一样？好，这是今日的第1个甲等，不会有更好的了。这沈清河写了什么灯谜，让何秀才这般赞赏？真的是甲等？我没听错吧？甲等灯谜1个，来自水桥村学子沈清河。
这是沈公子的润笔费。他凭什么得到甲等？我等不服！这位小友有何话要说？此人败坏读书人的名声，已经被我们夫子退学，他也算不得读书人，凭什么得到这个奖励？哦，花灯会的活动，可有指明只能读书人参加？这确实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我是不是读书人又有何关系？你强词夺理！你这名声，届时真要我等去猜你的灯谜，我等必不可能会去的。这位钱同窗，你确定你能有这样的资格见得到我灯谜？至于我的名声如何，诸位爱如何传，就如何传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轻宠。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在座的各位都是读书人，却因为几人的谗言，个个像个市井之徒一般对着我指点议论。这就是你们读的圣人之书。学生就先告辞了。夫君回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杂货铺掌柜收了白糖，换了700多文钱。我还买了不少东西，做好吃的去。白米5斤，这么多！白面3斤，明天你就能烙饼子了。能烙饼子啦！香油1斤，以后炒菜能放油了。好香！盐巴够吃一阵子了。这么多盐！粗糖400文的，够咱们做一阵子白糖了。400文，这么多糖！还有2斤五花肉。2斤肉。夫君，咱们家真的能吃肉吗？能吃，猪油渣蘸白糖吃，香得很。白米、白面、香油、盐巴、粗糖，还有肉，全都有了。对，全都有了。行了，别发呆了，先把肉放好，明天我来处理。哎。夫君，吃饭了。你给自己装了多少米？我装了的，在底下呢。这叫装了？米要留给夫君吃的，夫君明天还要去城里读书，也费脑子。我在家里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喝米汤就够了。放下。夫君，这是给你的。吃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夫君，你吃这么少怎么行？不吃，那倒掉。不能倒，白米多金贵啊。怎么了？我没切过肉，以前都是吃糙米粥和野菜，肉只见过别人家做。我来切，你在旁边看着，学一次就会了。嗯。切薄片，要切得匀匀的，炸出来才酥。夫君，火我来生，你歇着。一起，这油金贵，炸坏了就可惜了。好香！什么味道？肉，是肉的香味。他家在
煮肉吃。我娘说沈秀才脾气坏，靠近了要骂人的。可是真的好香啊！夫君，这些猪油渣太多了，我们一顿吃不完。吃不完的用盐腌起来，能放好几天。以后每顿抓一把，炒菜也好，拌饭也好，都香。外面是不是有人？有几个孩子在门外面。我出去一下，你把灶上的油舀进油罐里，小心别烫着。夫君要做什么？给那几个小孩一人尝一块，省得他们趴在门上把门压坏了。站那么远做什么？过来。沈秀才，我们没弄坏你家门。我知道，闻着香味来的。一人一块，手伸出来。给我们的。拿着就回去吧，别在我家门口堵着挡路。谢谢沈秀才，谢谢。夫君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外面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咬一口全是油，比过年吃的肉还香。那多吃点儿，今天做的菜你多吃，别又只扒白饭。沈秀才，今天你给我们家狗蛋吃肉了，这小皮崽子就是馋嘴，日后他再敢来问你要肉吃，你直接赶走就是了。不碍事，今天正好炸猪油，随手给了他一块，不算什么。都是自己地里种的，不值钱。你一个书生人，别老吃白饭，配点青菜也爽口。吃完了，把篮子挂篱笆门上，我路过自己拿回去。一块猪油渣换一篮子菜，这买卖划算。沈秀才，多谢你今天给我家二丫尝了肉，孩子高兴坏了，回来一直跟我说沈秀才是好人。这2颗鸡蛋你拿着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别嫌弃。婶子太客气了，真的不用。拿着拿着，我家母鸡天天下蛋，不缺这1-2个。夫君，今晚可以炒青菜吃了，青菜用猪油炒，特别香。那2颗鸡蛋明早煮了，一人一个。我不用吃鸡蛋的，夫君一个人吃2颗也行。又来了，一人一个，说多少遍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一人一个。木炭提纯法效率太低，一锅糖要反复过滤，木炭还不一定够。黄泥水淋糖法倒是一劳永逸，但得先找到合适的黄泥，还得做工具。夫君，衣裳叠好了，明天可以穿这件出门。给我编的。夫君那双旧鞋快破了，我想赶2天做出来，这样夫君去城里走路也舒服些。你自己呢？我这双还能穿好久呢，不急的。
这个也给夫君留着，他昨晚说猪油渣好吃。走。夫君早，粥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夫君，今天你要上山找黄泥，我拿了些盐和米，想中午在山上给你煮顿饭，这样你就不用饿着肚子回来了。你要跟我上山？夫君一个人挖黄泥太慢了，2个人快些。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，衣裳昨晚已经裁好了，晚上再缝。山上有蛇，我拿棍子打，以前我砍柴的时候也见过蛇，打2下它就跑了。你腿脚不好，爬山累。我不累，我以前一天爬2趟山，砍2捆柴。夫君别看我瘦，我力气很大的。行，但得跟在我后面，不许乱跑。我肯定不乱跑。歇一会儿。不用的，我还能走。夫君，你看那边，那片土的颜色和别处不一样。就是它，这一片土质不错，可以挖不少。我就说嘛，我认路认土都可准了。夫君，这袋满了，再来一袋。你脸上有泥。啊，哪里？擦干净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夫君，火烧好了吗？快了，这柴有点湿，不太着。这个是我出门前从灶堂里摸的干草，明火好用。你倒是有经验。以前在山上砍柴，有时候天太晚赶不回村，就在山上过夜，自己生火做饭，这些都会的。还有泥，现在没了。夫君，在山上吃的粥比在家里吃的香。饿的时候什么都香。不是饿，是在外面吃，有风有树，还有小溪的声音，所以特别香。以前我一个人在山上吃饭，只觉得孤单，今天和夫君一起吃，就不孤单了。以后吃饭都有人陪你，在家也好，在山上也好。夫君，糖沙结好了。好，端出来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成了。和前几天的不一样，昨天的还有点黄，这个跟血一样白。这叫黄泥水灵糖法，比木炭法快10倍，成品好10倍。这批糖拿出去卖，价钱至少能翻1倍。夫君，你比村里的唐风还厉害。不算什么，书上看的。书上还教人怎么用黄泥做白糖。老祖宗们的事都记在书里，我不过碰巧翻到了而已。那夫君明天把这些糖拿出去卖，能赚好多好多的银子。不止卖糖，明天先去找一趟苏家村的苏茂，问问长期供应原糖的事，以后这白糖生意就能正经做起来。
阿娘，我现在有好日子过了，顿顿有白米，还能吃到白糖，夫君对我好的不得了，你不用担心我啦。算下来，这批白糖能卖10几两，还完大伯家的债，还能剩下不少。得给小家伙买2身新衣裳，他身上那件补丁都快比原来的布多了。夫君，明天我想跟您一起回苏家村。行，明天早上牛车坐最前排。最前排风大。风大凉快。等等！我爹昨天说了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苏家村那边，我有亲戚，万一谈不话，还能帮忙说说话。大伯昨天没跟我说。他怕你推辞。我爹说，你虽然是读书人，但跟生意人打交道，还是得有个人帮衬。再说苏家村那地方路绕，我认得近道，能省半个时辰。谢谢文浩哥。认得路了。那条河往上走就是苏家村，以前我经常在那河边洗衣裳。再往山上走，有一片野竹林，春天能挖笋。那不是苏老三家的外甥女吗？那个眼睛，别说了，她旁边那个男的，听说是水桥村的读书人，现在在做白糖生意。走吧，去苏茂家。沈公子，契约我看过了，原糖每月20斤，价格比上回谈的再低半成。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以后你们家的白糖如果往省城销，得优先从我这儿进原糖。这个自然，苏老板实在，我们也不会换别家。苏老板，这是我们自家录的白糖，样品您留着尝，要是觉得好，下次送货我多带些。这品相比我见过的省城白砂糖还白，你家娘子手巧。妹子，你这白糖是怎么做的？我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糖，还没见过这么白的。用黄泥水淋的，黄泥要挑山南坡那种粘性好的，调成水之后浇在糖沙上，杂质就被黄泥水吸走了，多做几遍，糖就白了。黄泥水？这法子我们从没听说过，是你们水桥村那边的老法子？是我阿娘教的。那里以前是我和阿娘住的。那小灾星把他爹克死了，把他阿娘也克死了，他舅舅一家都不敢留他。这么一个瘦瘦小小，抱个书香都吃力的姑娘，能克死谁？要不要过去看看？不去了。阿娘的东西都烧了，院子里什么都没了。我们回家吧，水桥村的家。
对，回家，走快点还能赶上大昌叔的牛车，不用多走1个时辰路。大昌叔车上还有半筐萝卜要送到水桥村，晚了那萝卜该晒蔫了。夫君，我刚才撒谎了。什么谎？跟苏茂妻子说的黄泥水灵堂法是阿娘教的，阿娘根本不会做糖。我对着外人面不改色的说谎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你后悔了？不后悔。这个法子我们以后要用很久，说是娘家带来的最安全。反正阿娘不在了，他们也不可能去找阿娘对证。只是我觉得阿娘要是知道我说谎，可能会不高兴。阿娘以前总说做人要老实。以后这个法子就是你阿娘教的，不但要对外人说，连你自己都要信。书上的东西到了你手里就是你自己的。你阿娘如果还在，看到我们的日子好过了，只会高兴，不会怪你说谎。夫君，你要记账吗？如今元堂的问题也解决了，这生意总算做起来了。夫君写字真好看。以后教你认字，你是家里的小管家，连账本都看不懂怎么行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能学认字？当然能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我教你认5个字，就从沈清河和苏唐开始。夫君，糖水冲好了，喝碗糖水补补力气。你也喝。夫君，我想好了，明天开始我每天早起做糖，我负责熬糖水和调黄泥水，夫君负责淋糖和记账，这样夫君不用那么累，还能多看点书。你一个人做得了？做得了，我手脚快，以前一个人种半亩地都不在话下。行，那制糖的事，家里这块就交给你，我负责找销路和买原糖。分工。此后小东西负责熬糖、搅黄泥水，而我则负责龙堂记账。晚上便在天井的那处空地上教他识字。夫君，这批糖一共多少斤？大概15斤，够卖一阵了。这么多了，杂货铺收得下吗？我前2天去城里问了文生哥，他那个酒楼每个月要用的白糖比杂货铺收的还多。明天我把这批成分1半送杂货铺，另1半送文生哥的酒楼，价格比杂货铺高1成。真的？那这样我们每个月能多赚好多。甜吗？甜。甜就对了，以后会更甜。夫君，我攒了11文了，等攒够20文，我给夫君买双新布鞋。城里的布鞋比草鞋好看，走路也舒服。你自己攒的零花钱，给自己买东西就行。不，我要给夫君买。夫君给我买了好多东西，
我也想给夫君买一样。行，那我等着。前几天沈秀才给我们家二丫吃了一块猪油渣，孩子回来跟我说，沈秀才还对他笑呢，说出去谁信？以前那个见人就瞪眼的沈老爷，现在会给小孩分肉吃了。我家狗蛋也是，还捧在手里不舍得吃，拿回来会给我看。那猪油渣炸得金黄金黄的，一看就知道舍得放油。你们说的是那个沈清河？那个整天子曰子曰的沈秀才？别是被换了个人吧？人还是那个人，就是说话不一样了。以前跟他打招呼，他能背过身去当没看见，现在路上碰见了，他会点头，还会叫婶子。你说怪不怪？这不怪，我听村长家的大儿子说过，人成了亲就懂事儿了。他娶的那个小娘子虽然瘦瘦小小的，但是个勤快人。这几天我看他总在河边洗衣服，见到人就低头，性子乖得很。行了行了，说这么多也不嫌口干，反正是人家的事儿，又没碍着咱们，该干活干活去。夫君，饼是昨晚烙的，虽然凉了，但还能吃。竹筒里是今早烧的开水，路上渴了喝。你呢？我煮了粥，等天亮了再吃。灶台上那半碗白糖，你今天冲水喝了，别省，天热，喝点糖水不容易中暑。白糖要卖钱的，多卖少卖不差你这一碗，喝了。这个拿着，里面是昨天做出来的新白糖，大概2两。你在家要是饿了，冲水喝也好，蘸饼吃也好。夫君，这是要卖钱的，我不能要。你是我娘子，我的东西你都能用，以后别说这种话。夫君，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天黑之前准回来。哟，这不是沈秀才吗？这么早进城？阿伯早，去城里办点事。沈公子，可把你盼来了。上次那白糖，我们东家看了直说好，说多少都要。掌柜的早，今天的确带了些新货，比上次的更好。这比上次那批还白。沈公子，你家前妻到底是怎么弄的？这品相我在省城都没见过几回。家里的土法子不足为外人道，掌柜的要是满意，咱们就过秤。满意，满意，太满意了。这批品相好，我给你比上次高1成的价，一共是15两4钱。沈公子，以后有多少白糖，你尽管往我这儿送，我都按这个价收。多谢掌柜的。沈公子慢走，下回有货直接来，不用排队。白糖卖了15两，加上上次剩下的，手头有将近20两。先不急着还大伯，等攒够一笔整数再说。今天把该定的工具都定好，黄泥淋糖法就能正式铺开了。老师傅，我想订几件家伙。什么家伙？你说说看。2个瓦溜，尺寸这么大，漏斗形状，底部留孔。再来2口浅口的缸，做承接用的。材料和工钱您算算，我付定金。
定金50文。5日后，沈清河来取货。中秋花灯会提谜征集已毕，甲等提谜共6个，头名水桥村沈清河。沈清河，没听过，是哪个书院的？水桥村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些天夫子们聊天时提过一嘴，说有个学生被退了学。该不会就是他吧？被退学了还能拿1等头名，这人什么来头？头名，这倒是个意外之喜。不过现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，白堂的生意刚起步，等站稳脚跟了，再想读书的事。哟，沈秀才今天怎么坐牛车了？以前不都走路吗？还说自己走路能锻炼腿脚。今天买的东西多，走不动。看，沈秀才回来了。那书香鼓成那样，买了多少东西？听说他昨天还在村口跟他大伯吵架，说银子的事儿，今天就有钱买这么多东西。该不会又问他大伯要的吧？可怜沈有和那么老实一个人，摊上这么个侄子。夫君回来了。这箱重，我来，你帮我把门关上。这么多东西，夫君，白糖卖了多少钱？15两，加上上次剩的，咱们家的银子够用一阵了。夫君，这些银子够我们还大伯的债了吗？够，但先不急着还，大伯家里暂时不缺银子用，咱们先留着手头宽容些，等攒够了整数，一次还清。好，那我先记着，欠大伯一共是大概是18两，大伯给过好几回，加起来差不多这个数。你帮我记着就行，不用天天算。18两，记住了。这布也是给夫君做衣裳的吗？不是，给你的。给我的？才2身新衣裳。你那件旧的补丁都快比原来的布多了，剩下的布头你看着办，做鞋面也好，做里衣也行。夫君，这些要花多少钱啊？我身上的还能穿，不用做新的，布退回去吧，省下的银子可以买粮食。粮食也买了，肉也买了，今天花了不少，但剩下的银子还够用一阵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个也是给你买的，天热，晚上睡觉扇一扇，凉快。夫君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都没给夫君做过什么。你每天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，这叫没做过什么？来吧，把银子收好。你是家里的小管家，这事儿归你管。谢谢夫君，我会当好小管家的。以后会更多的。今天先去把肉切了，晚上炒个菜，咱们庆祝一下。
庆祝什么？庆祝咱们家的白糖正式卖出去了。夫君，我们以后天天都能吃白米了吗？能。那肉呢，也能天天吃吗？能，但不能天天吃肥的，会腻。以后换着花样买，今天五花肉，明天排骨，后天买条鱼。那得花多少钱呀？不用天天吃肉的，3、5天吃一回就很好很好了。今天不省了。夫君说的，我是这个家的人，既然是家里人，吃饭就该一样多。吃吧，小管家。前世从没觉得一碗半肉质的米饭有什么稀罕，但看他那副不舍得浪费一滴的样子，倒真觉得这碗饭挺香的。这个留着明天给夫君做早饭。拌了肉汁的米饭，热一热就能吃，比白粥顶饱。夫君，草鞋快编好了，明天你试试，不合脚我再改。你做的东西肯定合脚。夫君，你说咱们家的白糖能一直卖吗？那个杂货铺掌柜会不会哪天就不收了？城里不是只有一家杂货铺，而且白糖这东西用量大，不怕没销路。等咱们的量上去了，我打算去找纹身哥，他在酒楼做掌柜，酒楼用糖比杂货铺多得多，到时候供给他，价格还能再高些。纹身哥是大伯家的大儿子？在城里做酒楼掌柜，人稳重，靠得住。夫君，我以前在苏家村的时候，听人说城里有些做生意的人专门欺负不识字的人，签了契约又不认账，或者拿了不给钱。夫君虽然识字，但到底是读书人，跟生意人打交道要小心些。你倒知道这些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跟我说过，她说外面的人心肠不一定都好，要我多留个心眼。放心吧，你夫君虽然是个读书人，但不是只会念书的呆子，生意上的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夫君才不是呆子，夫君最厉害了。白糖打开了销路，工具5天能取，瓦六一到就能扩大产量。才几天，就养成钻袖子的习惯了。这是怕我跑了？苏唐听说呀，让长辈把你提走了。你瞧沈孝才家这小娘子，手脚是真利索。这几日她天天来河边洗衣裳，都是捡最边上的位置，也不跟人抢，安安静静的。是啊，就是老低着头，也不跟人说话。上回我试着跟她搭话，她回是回了，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，一句婶子好，说完就赶紧低下头。他那个眼睛，你见过没？没，他一直低着头，谁看得见？不过村长都说了，那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大夫的话总不会骗人吧？也是，大夫说的话总不会错。
沈家小娘子自己拧不动吧？来，婶子帮你拧。没事的，婶子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嗨，你这小娘子跟婶子瞎客气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家是哪个村子的？谢谢婶子，被单拧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这么多东西，婶子帮你拿回去吧。你家离这儿也不远。你的眼睛，桂婶儿，怎么了？脸都白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刚才在河边看到沈秀才家那个小娘子的眼睛了。什么样的？2只眼睛颜色不一样，一只发褐，一只带蓝。真的，我看得真真的，不是眼疾，那是异瞳。我跟你说，这可不吉利。异瞳？那不就是灾星吗？村长说是眼疾，原来是在替他瞒着。阿花他娘，你来听听这个事儿。沈秀才娶了个灾星回来，我就说嘛，前几天村长突然改口说他是眼疾，原来是帮沈村子打掩护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瞒着我们全村人，万一招来灾祸怎么办？就是啊，异瞳的人克亲又克邻，他娘家的人都克死了。现在轮到我们水桥村了。我昨天还觉得沈秀才变好了，今天才知道他是把我们当傻子哄。不行，这事得找村长要个说法。我只跟隔壁婆娘说了，怎么就传成这样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都去问问沈有德，他这个村长到底是怎么当的？村长，沈秀才家那个小娘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跟我们说实话。都安静，一个一个说。有德，桂莲在河边亲眼看到那女娃子的眼睛是异瞳，你先前说她是眼疾，是城里大夫说的，这话到底几分真几分假？你是村长，不能拿全村人的安危当儿戏。这事儿我已经问过清河了，他的确带那姑娘去城里仁心医馆看过，大夫亲口说是眼疾。清河是读书人，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。他以前撒谎还少了，整天说自己要做大官，结果连个童生试都没考过。他的话能信？够了！我说过，这事儿我已经问清楚了。如果有灾祸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顶着。都散了。要是真出事，你顶着有什么用？沈清河，你带了个异蒙的人回来，这种大事为什么不跟村里商量？你把全村人的安危当成什么了？是不是要把大家都害死了才安心？今天你要是不给个交代，我们就按村规办，把他逐出村子。你们俩谁都别想留下。不要赶夫君走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大伯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后院就一会儿。
这是那小娘子做的？是，那天大伯给我送的糖块，他觉得扔了可惜，就试着弄了一下。木炭煮过碾碎，加进糖水里反复过滤，出来的就是这个。黄泥水淋糖法是后面改的，更快，出的糖更白。昨天卖了一批，15两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大伯母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说过，大伯家里不缺银子。你把钱留着，买米买粮，把你媳妇儿养胖点儿。你看她瘦的，风一吹就倒。这是还大伯的，之前欠了那么多次，先还一点。清河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姑娘的眼睛真不是灾星？大伯，我读圣贤书，不信灾星这种说法。大夫说他的眼睛是病，那就是病。他爹被大虫叼走的时候，他才多大？阿娘病死，是他能选的？把天灾人祸全安在一个小姑娘身上，这不叫趋吉避非，这叫不讲理。而且他来我家才几天，我就挣了这么多银子，这要是灾星，我倒希望他多灾我几次。你这嘴皮子跟你爹一个样，认准的事儿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行，大伯信你，堂屋那些人我去打发。不过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。大伯说，以后村里要是再为这事闹起来，你别一个人顶着，让他们来找我。我一个村长说话，总比你一个年轻后生管用。好。今天的事儿我最后说一遍，沈清河家那姑娘的眼睛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城里仁心医馆的大夫亲口说的，大夫的话谁要是还有疑问，自己去城里问。有德，你刚才在院子里待了那么久，就跟他说了这几句话？万一真是灾星，出了事谁担？我担。我是村长，村里出了事，我第一个顶着。三叔公要是还不放心，现在就跟我去城里，我掏钱请大夫，当面给你说清楚。哼，好自为之。夫君，我给你惹麻烦了。我本来想一直低着头的，今天帮贵婶拧被单的时候忘了，一抬头她就看到了，是我不好。你本来就不用一直低着头，你那眼睛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可是村里人都说，村里人说什么不重要，大伯已经发了话，没人敢明着为难你。以后出门头抬起来走，真要有人当面说什么，你回来告诉我。那我以后只抬头一点点行吗？行，一点点也是进步。走，去河边把柴火捡回来，今天的晚饭还没着落。嗯。你看他那腿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还有那双眼睛，说是眼疾，谁知道是不是真？几位婶子，这般对旁人指指点点，小心招来后患。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夫君，那句孟子渊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别人坏话的人要小心报应。
这句话我记住了。以后要是有人说夫君坏话，我也用这句话回他们。行，那以后你负责骂人，我负责打架。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能打架。打架不好，读书人动口不动手。我来，你把衣裳捡起来。回去再洗。腿还疼吗？不疼，他只是走路不好看，不疼的。那就走快些，太阳太大了，晒久了中暑。哦，夫君，这袋糖，我想拿去给贵婶儿。为什么？今天他帮我拧被单，虽然被我的眼睛吓到了，但一开始是真心想帮我的。而且他后来在人群里没有跟着起哄，只站在最外面。我想把糖分他一点，就当谢谢他一开始的帮忙。可以，你的东西你自己做主。夫君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以后要主动跟他们说话。他们骂我也好，躲我也好，我都主动打招呼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躲着人走，他们就觉得我心虚。现在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我不心虚。我不心虚，夫君就不用那么累。这话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我，是我自己想的。今天在河边，贵婶一开始帮我拧被单，她不是坏人。村里人不全是不讲理的，只是没见过我这样的人。我多跟他们说话，他们就不怕我了。去送吧，这碗里的够做个人情了。我现在就去。贵婶儿，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白糖。今天谢谢你帮我拧被单，这个给你泡水喝，很甜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白糖多金贵啊！不金贵的，我们家自己做的。夫君说想送就送。你那腿是怎么弄的？在舅舅家摔的，没养好，后来就这样了。造孽！行了，白糖婶收下了，代我谢谢你夫君。以后在河边洗衣裳，咱俩一块儿。被单太重你拧不动，叫婶子就行。苏家小娘子，你那眼睛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你没害过人，婶子看得出你是个老实孩子。谢谢贵婶儿。夫君，白糖送到了，贵婶收下了，还说以后在河边帮我拧被单。那就好。夫君，那颗是不是启明星？那是长庚星，启明星是早上出来的，长庚是傍晚出来的，其实是同一颗星。同一颗星叫两个名字？早上叫启明，晚上叫长庚。我以前被叫灾星，后来夫君说我是眼疾，现在贵婶说我是个老实孩子，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为什么叫的名字不一样呢？因为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你，有的人只看见你的眼睛，有的人看见的是你这个人。
那我以后多做点好事，让他们都看见我这个人。好，明天我们去一趟地里。春天的时候，我给了六叔400文，让他帮忙种一下。虽然后面的工钱忘了续，但2亩地多少也应该有一些粮。明天我们去把粮收回来。听夫君的。夫君，底下的稻子全被草闷死了，这稻穗就算收回去，搓出来也粘不了几粒米。2亩地，春天给了400文工钱，秋天收了一田草。夫君，要不我去找六叔问问？不用，我去。田里有露水，扎紧了裤脚不湿。夫君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在这儿，把还能收的稻穗挑一挑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六叔要是看你一个人，说不定又要大声嚷嚷。多个人多双耳朵，他总不好当着2个人的面耍赖。夫君以前说话，他们都不当回事，现在有我站旁边，就算不说话，他们也不会太过分。走吧，记住，站我身后，不用开口。我就站着，不说话。这不是沈秀才吗？怎么到我家地里来了？六婶，我找六叔问点事。找我什么事儿？田里的活多着呢，没工夫闲聊。六叔，我家那2亩地，春天的时候我给过你400文工钱，让你帮忙种上庄稼，后面又说好帮我照看到秋收。今天我去田里看了，草比庄稼高，2亩地1颗粮食都收不上来。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。你还来问我怎么回事？你当初给的是2天的工钱，2天的活我干完了，种子也帮你搭上了，后面你又没续工钱，我总不能白给你干活吧？你一个读书人，种地的事儿一窍不通，现在跑来兴师问罪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哼！老六，怎么又跟沈孝子吵起来了？他来找我吵架，说我坑了他2亩地。老六，有话好好说。沈秀才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什么讲理不讲理？他给了2天工钱，我就干了2天活，后面的活他让我干了，但我不能一直白干吧？我去找过他好几次，他家门锁着，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总不能天天蹲他家门口等着吧？400文就干2天，这工钱也太高了吧？就是啊，一般农忙的时候请人，1天也就20-30文，2天60文撑死了。400文，这得干半个月。那是他自己开的价，又不是我逼他给的。再说，那400文里面还算了种子钱，种子不是我白给的，是我从自家流里匀出来的。你们都知道，今年春天种子什么价？六叔，你说的对，当初给的工钱里确实包含种子钱。那咱们一样样算，400文减下种子钱大概80文，剩下320文。按农忙时节请人的工价，至少够干半个月的活。2亩地，从翻地到施肥到除草，半个月都富裕。六叔，你干了几天？那后面你又没给我钱，我总不能……六叔说的是，后面我没及时给钱是我的错，但你干了几天就停了，总该跟我说一声吧？2亩地，你种了就不管了？草长了1人多高，庄稼全废了，这损失算谁的？2亩地，就算是1亩交秋税，1亩自己收。按今年的粮价，1奴产1担谷，少说也是400-500文的收成。
400文工钱打了水漂，2亩地的收成全没了，加起来损失是多少？老六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厚道。人家沈秀才给你那么多工钱，你就是看他年轻不懂农业，欺负人吗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是他自己不给续工钱。六叔，我没给续工钱，是我疏忽。但你干了几天就停了，停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总不是疏忽吧？沈秀才，这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。我们家当家的脾气直，种了2天看没人管，就觉得你是不要这地了。我们也没想到草能长这么高，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？咱们都是同村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别伤了和气。六婶说的是，都是同村人，我不想把事闹大。这样，你们帮我把田里的草和蚕稻收了，草归你们，能拿去喂猪也好，卖钱也好，我不分。然后这一季，你们帮我把地重新翻一遍，种上庄稼。种子钱我自己出，工钱不用你们管，就当补上之前没干完的活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就让我家那口子带着儿子去把你家的田收拾了，种什么庄稼你自己定，种子拿来我们给你种。这沈秀才算账算得比账房书上还清楚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这本事？人家本来就是读书人，算账能差，就是以前懒得跟咱们计较罢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吓到了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夫君刚才算账的时候，那些人一句话都插不上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阿娘去找人讨工钱，人家几句话就把她打发了。要是阿娘也会算账就好了。夫君，我想学算账。你前几天还说想学认字，2样都想学。认字是认字，算账是算账。我学会了算账，以后去杂货铺买原糖，就不会被人多收钱。我学会了认字，就能帮夫君记账了。行，2样都教。今晚开始，先认5个字，再教你打算盘。谢谢夫君。账这个字，左边是贝，右边是长。贝是古代的货币，所以跟钱有关的字大多带贝。长长是长久的长，意思是说是货账季月间久，账要长久记。不错，再来。收、支、余，这3个字是一套的。收是进来的，支是出去的，余是剩下的。就像咱们家的白糖生意，卖糖得了银子是收，买原糖花了银子是支，钱匣子里还剩多少是余。夫君，这比做糖难多了。不急，做糖也不是一天学会的。那我再写10遍，写完了再去做饭。今晚把昨天的猪油渣热一热，拌在白米饭里，夫君肯定饿了。从9枚铜钱到学记账，从不敢抬头到敢跟着我去跟人对峙，这小东西长得不慢。黄泥3袋，六叔送来的不止3袋吧？后面还有，第1回送了5袋，第2回又送了3袋，都在后面记着呢。夫君说过，账要长久的记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夫君，咱们家的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？那以后会不会更好？会，
等这季菜长出来，就不用买原糖了，自家田里出原料，成本能降30%。白糖的生意稳住了，就把欠大伯的银子全部还清，再攒一笔，把屋顶的瓦换了，下雨天老是漏水。换瓦，还要买新铜具，还要给夫君买纸笔，还要给你多做几身衣裳。你那件旧的，补丁比原来的布都多了。我这件还能穿好久呢，先换瓦。这一层土颜色深，粘性也好。夫君说这种最适合灵堂，多挖些回去，省得他再跑一趟。慢点走，别摔了。等会儿给爷爷送完饭就回家，你下午还要认字。知道啦，我要跟爷爷说，今天我能背三字经了。小朋友，我在挖泥不是害人，你到别处玩好不好？跟你说多少遍了，离这个灾星远点儿！他那眼睛看多了要倒大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阿娘，那里有东西在动。蛇，有蛇！都别动！苏唐，站在原地，一步都别动！夫君别过来，有蛇，大黑蛇！是水蛇，个头大，毒性不强。狗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被咬了？狗啊！狗啊！有没有事？没被咬，是沈秀才打死了蛇。这蛇得有小孩胳膊粗。沈秀才，你一个人打死的？锄头顺手，是水蛇，虽然个头大，但一般没毒，就算有，毒性也不强。沈秀才，上次的事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你今天又救了狗娃，这叫我们怎么还得清？夫君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太危险了。不危险，水蛇而已，我认得。认得也不行，万一它有毒呢？万一咬到你呢？夫君是读书人，不该跟蛇打架的。行，以后不跟蛇打架了。沈秀才，这蛇是你打死的，我让你六婶炖一锅蛇羹给你们送过去。他做这个拿手，放点山菇，能掀掉你的眉毛。六叔不用这么麻烦。不麻烦，你救了狗娃，我们要是连锅蛇羹都不送，还算是人吗？你等着，今晚就给你端过去。苏家小娘子，以后你一个人来挖黄泥，碰上什么事儿就喊我们。你六叔的田就在不远处，喊一声就能听见，别自己扛着。谢谢六婶儿。谢什么谢？该是我们谢你们。夫君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怎么了？刚才蛇出来的时候，我应该护着那个小孩的，可是蛇一出来，我也害怕了，腿都软了。我除了喊夫君别过来，什么都没做。苏唐，害怕是很正常的，而且你没有只喊别过来，
你当时握着锄头是想砸那条蛇，要是我不在，你大概已经砸了，动了的就不是没用。走吧，回家把黄泥晒一晒，下午还要淋汤。夫君一个读书人，裤子上沾蛇血，说出去都不好行。那我明天换一条。明天穿那条新做的，我昨晚刚缝好裤脚，正好合身。打蛇一条未花钱，这是什么账？这也是账。蛇肉可以吃，没用钱买就是进项。等六神把蛇羹送过来，我再在下面记一笔，收蛇羹1锅。按市价算的话，怎么也得值10几文钱呢。蛇字这样写，左边是虫，右边是它。虫好理解，蛇本来就是虫类，这个它是人们根据蛇的形状造出来的，记住了？虫加它蛇，记住了。六叔六婶，这是做什么？说好的，蛇羹给你端来。你六婶放了好些山菇和笋干，炖了整整1下午，鲜得很。这老母鸡是我们家下蛋的，你留着养，每天能捡个蛋。菜是自己地里种的，不值钱。黄泥是志强非要挑的，说以后每天早上给你家送一担。六叔六婶，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别推。你今天救了狗娃，这份恩情我们得认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。还有你家这2亩地，等这季痞菜收了，下一季的庄稼从种到收，我们全包了，不要你1分钱。六婶，上次说好的，你们帮我把这季庄稼种上就行，不用额。这是我跟你六叔商量好的，你要是再推，就是看不起我们。那就多谢六叔六婶了，这份情，清河记着。蛇羹趁热吃。这比过年还丰盛，有蛇肉，有鸡蛋，有菜，还有能下蛋的老母鸡。咱们家的日子真的越过越好啦。这个蛇肉好嫩，比鸡肉还嫩，好吃。夫君你自己吃。我够吃，你多吃点。今天在坡上下的不轻，吃点肉补补。夫君，以后我要学会认蛇。水蛇没毒，乌臊蛇也没毒，但蝮蛇有毒。学会了，下次再碰到我就知道该怎么办。行，明天我画几张图给你认。明天给夫君下面条吃。你以后就住我们家了，柴房给你腾了个窝，晚上睡里面。不要乱跑，外面有黄鼠狼。好好下蛋，夫君读书费脑子，需要补。昨晚你没叫，是个安静的鸡。安静的鸡好，不会吵着夫君读书。夫君，粥快好了。六叔家昨晚送来蛇羹，我热上了。今天早饭有肉有粥。那只鸡喂了没？喂了，吃了我好大一把米糠，胃口可好了。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小花，因为它羽毛上有白点。一只老母鸡叫小花，是不是不好听？那不叫了，就叫母鸡。就叫小花吧，好听。
夫君，我想把那几袋白糖再筛一遍。昨天淋糖的时候，有几袋黄泥水调的浓了些，糖里可能带了一点点细土，筛干净了品相更好，卖价也能高些。筛的时候带块布巾遮口鼻，细糖粉呛人。知道啦，我今天还打算把柴房收拾一下，给小花多铺些干草。还有水缸也该洗了，缸底长青苔了。我今天去趟城里，去交白糖。这批糖大概20斤，分2处送。杂货铺要10斤，剩下10斤送纹身哥的酒楼。上次跟他谈好了，酒楼用量大，价格比杂货铺高1成。顺便再去趟瓦溜的工坊，上回订的2口新瓦溜应该烧好了。旧的锅底敲的洞太大，淋糖的时候黄泥水下得太快，出来的糖颜色不够白。大袋的是给杂货铺和酒楼的，小袋是给纹身哥尝的。我昨晚筛了好几遍，挑出最好的装了小袋。他要是吃了觉得好，没准以后能把酒楼的生意全给我们。你想的比我周到，以后跟人谈生意，你是不是打算替我去？我哪行？我话都说不利索，见生人就害怕。我就是想帮夫君多卖些。行，纹身哥那边我会把话递到。你今天一个人在家忙这么多活，自己悠着点儿，别太累了。不累的。以前在苏家村，我一个人要从早干到晚，还要上山砍柴，那才叫累。现在这些都是轻活，做糖又不费力，比以前好多了。1个多月前，他连跟人说话都不敢抬头，现在能踩凳子够碗橱了。可以了，夫君早去早回，今天日头毒，路上别赶太急。水壶在书香侧兜里，烙饼包在干净布里，饿了就吃。你别这样看我，我脸上是不是又沾了东西？爹昨天托人带话给我，说你今天要来交糖，正好我今天回村看爹娘，就在城门口等了你一道。你那白糖我给掌巢师傅看了，他一看就说好，比他在省城见过的白砂糖还细。以后每个月10斤打底，要是用量上去了再加，价钱就按你说的，比杂货铺高1成。多谢纹身哥，下批货我提前2天给你送，不会误事。不急。对了，爹说你这白糖是弟媳做的，他那个眼疾好些了没？村里人还在说闲话吗？好多了。他每天在家里做糖喂鸡洗水缸，忙得没空出门，闲话还有几句，不过没人当面说了。那就好。上回你大伯母去你家闹事，他后来跟我说了，他自己也后悔，让我见到你跟你道个不是。他那人嘴硬心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伯母是为我好，我知道。那天的事早过去了。你这一路背了快20斤糖，肩膀不酸？书香给我背一会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我这个堂弟，小时候念书3天2头逃课，现在倒肯吃苦了。他那白糖在城里卖的可俏，怎么样？你们要不要也跟沈秀才订几斤？改天问问价。好说，问价找我堂弟，要货我帮你们捎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他还能收你们高价不成？夫君回来了，今天比说好的早。纹身哥，弟媳好，不用紧张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。我爹说你很能干，今天一看果然，这天境收拾的比我家的还齐整。这2包是纹身哥带回来的，1包卤牛肉，1包桂花糕。牛肉是熟食，今晚切了就能吃。桂花糕是饭后点心。这怎么好意思？纹身哥太破费了。不破费，酒楼后厨多的是，平时我们自己也吃。再说你们的白糖给我们酒楼省了不少事儿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天不早了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夫君，
文生哥走的时候，我忘了说谢谢了，下次他来我要补上。行，下次你亲自说。这个牛肉比我以前吃过的所有肉都好吃，卤的是不是放了好多香料？我吃出八角味了，还有桂皮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，过年做过卤菜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不过没这个牛肉这么嫩。文生哥酒楼的卤牛肉是招牌菜，用18味香料卤一整天才出锅。夫君也吃，你走了一天路，比我累。文生哥送了好多，够吃好几顿呢。夫君，今天文生哥来，村里人都看见了，他们以后会不会对我们家好一点？已经比1个月前好多了。今天回来的路上，有人跟我打听白糖的价钱。真的，有人要买我们的白糖？慢慢来，等生意再大些，我看能不能在村里开个小糖坊，请几个人帮工，到时候你就当管事，教他们淋糖。你的腿不好，不用自己天天扛黄泥。我哪里会当管事？不过开糖铺好。夫君是读书人，本来就不该天天在村里卖糖。夫君应该去读书，考功名。考功名的事以后再说，先睡觉。明天你还要早起喂小花。哦，对，小花今晚好像还没回窝，我去看看。她已经在窝里了，我记得刚才没赶她进去。我赶的。夫君，你嘴上不说，其实把什么都做了，赶鸡、挑水、收拾院子，都趁我不在的时候干了。话多，睡觉。谁？是我，你大伯娘，开门。大伯娘，请进来坐。大伯娘，喝碗糖水。你别忙了，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你是苏家村的人对吧？是。苏三林是你什么人？是我舅舅。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了，怎么走的？阿爹被山上的大虫叼走的。那时候我还小，不太记事。阿娘带我回了娘家，后来外公也走了。阿娘病了，没钱治，也走了。村里有人跟我说，你眼睛的事没那么简单，说你克亲克死了你爹，克死了你妈，你舅舅一家都不敢留你。这些事你有没有瞒着我侄子？大伯娘，我没有。阿爹被大虫叼走的时候，我还不会走路。阿娘是病死的，村里的老钟来看过，说是什么肿症治不了。我没有克他们，我不想的，我也不想他们死。大伯娘，我不会害夫君的。我每天给夫君做饭洗衣，帮夫君做糖。夫君咳嗽一声，我都怕夫君着凉。我不会害夫君的。你先别哭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问清楚。如果你真的克亲，就算我侄子护着你，我也不能让你留在他身边。你可以在后山脚下找个地方住，离村子远些，两边都安生。他是我死去的二叔唯一的儿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事。哭什么？夫君，我没事。大伯娘只是问了我几句话，我先去厨房烧水。坐下，不用躲。大伯娘，你刚才问他克亲的事了，是吗？是，我托文浩去苏家村打听的。他舅舅亲口说，他爹娘外公全死了，他自己2条腿也不一样，眼睛也不同常人。清河，你是我侄子，我不管你谁管你。大伯娘管我是应该的，
不过这些事儿我成亲第2天就知道。你知道还把他留在家里？知道。他爹是意外，他娘是病，他外公是年纪大了，都不是他害的。至于眼睛，医馆大夫说了是眼疾，不传染，不影响过日子。腿是在舅舅家摔的，没养好。大伯娘，你瞧他这身板，能克谁？风一吹就倒。可是这种事宁可信其有。大伯娘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他来我家第2天，我去城里卖糖，得了15两。第3天，他捣鼓出黄迷临糖法，白糖的品质比之前翻了1倍。第4天，3正书屋的人找到我，说我的灯谜拿了甲等，现尊张大人亲自过目。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从来没拿过甲等，他一来就拿了1甲。真的？真的。县衙的人来村里打听过，何教义也在场。大伯娘如果不信，下个月中秋灯会，城里花灯上贴的投名医谜就是我的。大伯娘，这些好事全是他来了后发生的。以前我一个人过日子，书念不进去，债欠了一屁股，村里没人看得起我。现在他来了，我成天往家里搬银子，村长在村口见了我，主动打招呼。这要叫克亲，那大概是我命硬，他克不动，反而被我给带好了。你这张嘴越来越能说了。糖水甜不甜？甜，比我们家的糖甜。这就是他做的。大伯娘要是不信他，总该信这碗糖水。下次来提前说一声，让他多冲2碗，给你带回去给文华尝尝。行了，我回去了，晚饭还没做。你大伯在地里干了1天活，回来没饭吃，又得念叨我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来跟我说。你大伯不在的时候，我来给你做主。谢谢大伯娘。夫君，大伯娘说苏家村的事是文浩哥去打听的，他们是不是都知道我以前的事了？知道就知道吧，知道了，他们也没把你赶走。大伯娘说以后给我做主，她上次来的时候还说要送我去后山住。是好事。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想说就说。夫君，你刚才跟大伯母说的那些灯谜家等什么的，是真的还是哄大伯母的？真的，哄人的时候再加点真的，听起来就更像真的。夫君，我想好了，以后谁再问我的眼睛，我不低头了，我自己跟他们说是眼疾，不是灾星。大伯娘都能信，别人也能信。想好了。想好了。以前我不敢说，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人听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大伯、大伯娘、六叔、六婶还有文生哥，他们都站在我们这边，我有底气了。那就这么说，明天开始出门不许再低头。只抬头一点点。一点点也是进步。怎么了？不合身？夫君，我穿这个出去，别人会不会笑我？像不像偷穿别人衣服的小偷？新衣裳配旧草帽，扯平了，走吧。有车不等人的。夫君，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？醉仙楼，文生哥做掌柜的地方。这就是文生哥的酒楼，好大，比我们整个院子都大。一个肉包。好嘞。夫君，我不饿。我饿了，你先帮我拿着，凉了再给我。前面就是布庄，先把正事办了。一共4尺素棉布，2尺青青布鞋面，1包针线，成费72文。夫君，太贵了，我们去别家看看，
鞋面布不一定买新的，旧衣裳拆了也能用。70多文可以买好几斗米了。不贵，你今天穿的这件新衣裳，衬得你白了2个色号，值。苏公子，好久不见！上次那批白糖，我们东家赞不绝口，说比省城来的货还白。今天可带了新的来？带了10斤，掌柜的过目。按老价钱，一共12两。苏公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这白糖以后能不能专供我们一家？我们东家打算把白糖卖到省城去，到时候量能翻好几番。我家娘子说了算，她让我卖谁我就卖谁。我什么时候说了算？快去看，快去看！这大师6天不吃不喝，脸色还这么好，肯定是活佛转世，拜一拜能保平安。夫君，那个人为什么坐在上面不动？不动就是在骗人。走，去瞧瞧怎么个骗法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佛祖有令，恶鬼就在那处。待老衲以大威天龙将其打入油锅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夫君，那纸做的乌龟怎么会游？难道真是佛法？熊狗胆汁加鲤鱼胆汁调成汁，涂在纸龟上晾干。入水后胆汁扩散，纸龟就会动。不是佛法，是骗术。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站在我身后，别动，别出声。我要用手将附了恶鬼的猪骨头从油锅中取出。诸位施主勿慌，老衲有佛法护身，油锅地狱不过如此。大师，刚才说有佛法护身，那你的手为什么一直没伸进去？你是什么人？锅底垫的是醋，上层浮的是油，醋在极低的温度就会沸腾，看起来像是油开了，实际上锅里的温度连鸡蛋都煮不熟。猪骨头里灌了水银，受热膨胀会发出声响，不是什么恶鬼惨叫。至于那只纸龟，不过是熊狗胆汁加鲤鱼胆汁的把戏。好，读书人就该有这份眼力。袁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说过不跟蛇打架的，怎么又跟和尚打架了？那和尚是骗子，我没打架，就拽了一下禅杖，他连人带杖倒了一地，是他自己没站稳。以后不准这样了。以后不跟和尚打架。不过刚才你蹲在树底下抱着书香的样子，有点像抱着蛋的老母鸡。你才是老母鸡！别晃太欢，掉下去我可捞不回来。
夫君，鞋面的布够做好几双。除了咱们的，我还想给大伯做一双。上回他来送柴，我看他鞋底都快磨穿了。你决定，你是小管家。那你明天把大伯的鞋样拿来，我照着他的脚做。文浩哥的也做一双吧，他个子高，费鞋。还有大伯母，他脚小，布头够用。你把全家的鞋都揽了？当然，以前是没有布，现在有布了，当然都要做。别人的媳妇儿都会给全家做鞋，我也会。夫君的鞋底多纳了2层，耐磨；我的少纳1层，省布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沈秀才昨天带他那小媳妇儿进城，买了一车东西回来。布铺的伙计说，光棉布就买了好几尺，还有针线包、大针、纳鞋底的东西。你说他们家哪来这么多钱？不是说那白糖卖得好吗？有人前2天在城里杂货铺问过价，说沈秀才的白糖比铺子里其他糖都白，价钱还贵。掌柜的说有多少收多少，不愁卖。那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我看他家那日子过的，又是买布又是买肉，比村长家还阔气。该不会花的都是那小娘子的嫁妆吧？那小娘子来的时候连个包袱都没有，就身上一件破衣裳，哪来的嫁妆？行了行了，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儿，沈秀才又不是偷的抢的，你们操什么心？我们这不是替他心疼吗？你说他一个读书人，要是真花女人的嫁妆，传出去多难听。夫君，歇会儿。六叔家的地不用你帮着翻的，他们自己人多。赵志强昨天多挑了一担黄泥，我帮他翻一垄地，2清。就是那个沈秀才，听说天天花他媳妇儿的嫁妆，难怪把家底败光了也不愁，原来娶了个有钱的。什么有钱？他那媳妇儿腿是瘸的，眼睛是一瞳的，以前在苏家村都没人要。真要是有嫁妆，能没人要？我看就是沈秀才吹的。那你说他家钱哪来的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真是那白糖。他家院子里老飘甜味儿。二位有话当面说，我媳妇儿的嫁妆是手艺，能变出白糖的手艺。你们家要是有这样的嫁妆，也拿出来给我瞧瞧。夫君，你下午在田埂上说的话，会不会又被人传闲话？传就传，传多了，他们自己就信了。万一他们问我什么手艺，我说不出来怎么办？白糖是夫君在书上看到的法子，不是我娘家带来的。你就说是娘家带来的，我说的就是你说的。以前在苏家村，他们说我克亲，说我没用，说我是累赘。现在在水桥村，夫君说我有嫁妆，说我会手艺，说我是小管家。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怎么换了条村子，就全变了？因为水桥村有识货的人。夫君是说你自己吗？我是说大伯，他第一眼就说你不好生养，后来改口说你是个金饽饽，他识货。夫君，你放心，以后谁再问我的嫁妆，我就说我的嫁妆就是9坟钱，全给夫君买包子吃了。这个说法比手艺好，实诚，是吧？我也觉得实诚。今天在田里干的活多，光喝粥不顶饱。这碗是你的，我的那碗在锅里。苏家小娘子，你家那双布鞋你自己做的？是的，阿春婶，鞋面是我自己裁的，鞋底多纳了1层，耐穿。针脚不错。我家那口子昨天还说，沈秀才穿新鞋在田埂上走来走去，鞋底厚，踩在泥里不进水。
阿峰叔要是喜欢，下次我给他也做一双，不过得先让我夫君拿鞋样来。不用不用，他鞋多着呢。那个，听说你还会做白糖？会一点，是我娘家那边的手艺，以前阿娘教的。那改天你教教婶儿怎么做。我家那几个孩子老缠着要买糖吃，自己要是能做，也能省几个钱。好，下次婶子来我家，我教你，不难的，关键是要有黄泥。你这小娘子真是越来越利索了。阿春婶说你的新鞋鞋底厚，踩泥里不进水。我说是我做的。那以后再有人说你花夫君的钱，你就说是你自己挣的。这个月白糖的进账一共是53两4钱，刨去买原糖的成本，买黄泥的挑费，还有杂七杂八的布钱、针线钱、包子钱，净赚32两7钱，够还大伯1多半了。再过2个月，欠大伯的债就能全部还清。中秋节前把最后一笔送去，让他们过个好节。中秋节？我还没过过中秋节。以前阿娘在的时候，中秋只吃过1次月饼，是隔壁邻居嫌太硬不要的，阿娘拿回来泡在粥里煮软了，分我一半。今年中秋买新的，城里有家糕饼铺，月饼做得不错，到时候买1盒，一半给你，一半送大伯家。好，那我要豆沙馅的，桂花糕也买一点。上回文生哥带的桂花糕太好吃了，我做梦都梦到。哟，这又买的啥好东西？甜菜种子，今年秋播试种2亩，明年开春就能收了做原糖。到时候你家白糖能不能便宜点卖给村里人？能，同村的人买，比城里便宜2成。夫君，帮我拿一下，有婶子改天要来家里学灵堂，我得回去把天井收拾干净。沈秀才，田给你整好了，按你说的，这季先种甜菜，种子我们都下去了，等出了苗，除草施肥的活我们会按时来干。多谢柳叔，这一季收上来，咱们2家的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啥恩怨不恩怨的？上次你救我孙子那事儿我还记着呢。对了，你六婶说了，以后你要用黄泥，跟志强说一声，他早上给你挑一担过去。反正他早上也没啥事儿，多挑一担黄泥还锻炼身体。沈秀才，我爹说了，以后每天早上1坛黄泥送到你们家，你要是不够用就说，2打也行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什么不好意思？你别推，推了你六婶又得念叨我。那就多谢了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六叔尽管开口。好说好说，你回去做你的事儿，地里的活交给我们。夫君，明年收了甜菜，我们自己熬原糖，成本就低了。到时候我想多攒些钱，把家里的屋顶修一修。好，修屋顶。还有柴房也要修。小花的窝漏风，冬天冷，我给它铺了些干草，但柴房的门关不严实，晚上有风灌进去，它都缩成一团了。母鸡冬天要保暖，不然不下蛋。好，修柴房。还有天井里的水缸也该换了。现在那口缸底长青苔，我每个月都要刷2次。刷缸的时候总弯着腰，腰酸。
夫君，偏菜不能浇太多水。2个月，从1碗发霉的粥到2亩偏菜，不算慢了。清河，等会儿见了夫子，你好好说话，别梗脖子，别顶嘴。夫子说什么你听着就是。你爹当年送你开蒙的时候，在这门口站了整整1下午，才等到刘夫子点头。这回大伯替你求个情，兴许还有转机。大伯放心，我今天来不是来顶嘴的。沈家大伯，你方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侄子在我这里读了4年书，4年，不是我刻薄，你自己问问他，4书通读了几本？夫子，清河这孩子以前是贪玩了些，但他最近真的用功了。上回夫子考他功课，他全答上来了。那是临时抱佛脚，书不是背几句就够，要通，要画，要能举一反三。你侄子这4年心思根本不在书里，他在外面做的好事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醉仙楼后面那条巷子，花魁的闺房，他一个读书人闯进去，让钱家的公子带人当场抓住。这种事传出去，学堂的名声跟着他一起烂。夫子，学生有一个问题，上回夫子考的那几段，从《论语》跳到《孟子》，学生一字不错全答了。如果学生心思不在书里，那些字是怎么跑进学生脑子里的？好，那我再考你一题，不是背书，是说理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你讲一讲这3句何解？此论是说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万民之天下。无民则无社稷，无社稷则无君。以民为本，以社稷为器，以君为器之直者。器之直者可换，器不可毁，本不可伤。这就是学生的理解。你说的不算错，但学问再好，品行有亏也是枉然。你闯醉仙楼女子闺房的事，钱家公子的父亲亲自上门来跟我提过，我不能留一个名声扫地的学生，连累其他学子。那件事，学生是被人指错了路，钱公子带人恰好赶到，冲进门的时候，花魁只是被学生吓了一跳，连一句轻薄话都没来得及说。不过学生知道，这些说了夫子也不一定信。这是那人做的白糖，给夫子泡茶喝。夫子不信学生不要紧，学生只是来谢谢夫子4年的教诲。告辞。沈清河，你那白糖我收下了，不过退学的事已经定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刚才答的那些，大伯没听懂，但看夫子的脸色，应该是答得不错。咱们回去再想办法，你别急。你堂哥文生在城里认识人多，说不定能找到别的学堂。大伯，我不急，不读书也没关系，家里有堂房，有田，有甜菜种子，饿不死。萝卜干是你媳妇儿腌的，你大伯娘尝过了，说比你娘当年腌的还脆。回去让她再腌一坛给大伯送过去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咱们村那个沈秀才被学堂退学了。今天在城里亲耳听刘夫子的书童说的，说沈清河品行不端，闯什么花魁闺房，学堂早把他除名了，都1个多月了。退学了？上次不是说被退学是谣言吗？这次是真退了。那书童跟隔壁铺子伙计聊天，说漏了嘴，品行不端，那可不行。咱们村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人，名声坏了，以后村里孩子去城里读书都得被人说闲话。我儿子明年还打算进城找夫子开蒙的。我就说嘛，他最近又是开堂房，又是到处卖白糖。一个读书人不好好读书，做那些生意，原来是被退学了，没办法。可沈秀才人是真的变好了呀！上回给我们家狗蛋送猪油巴，他娘子也是个老实的，前几天还教我怎么淋白糖。人是好了，但名声也坏了。这事儿他自己不争气，连累的可不止他一个人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天气好，晒谷子得趁早，
晚了露水重。夫君，今天去学堂的事怎么样了？夫子有没有说可以回去念书？退学了。夫子说我名声生坏了，留在学堂会连累其他学子。不过白堂他收下了。上回我记得攒了30多两，30多两够不去城里找更好的夫子。三听说现学的树根1年10两，够读3年，再加上堂跑每个月能赚的。堂坊的钱是堂坊的，不上交。什么堂坊的钱？我的钱。你读书考功名是大事，钱花了还能再挣。我还攒了阿娘留的一根银簪子，不值多少钱，但也能抵一阵。不读书也没关系，家里有糖厂，有田，有甜菜种子，饿不死。你阿娘留的簪子，收好。那现学怎么办？你文生哥说张大人看了你的僧密，说不定会赏识你。明天我去现学走一趟，不靠大伯引荐，不靠文生哥托人，就靠我自己。好，那我给你准备干粮。去现学比去学堂远，不带干粮中午要饿的。苏唐，我以后要是当了官，你就不用踮脚够油罐子了。那我就把油罐子放在最低那一格，然后天天给你做饭，比现在做的更好。大半夜的，把家底全翻出来做什么？重新算一遍，今天送出去2斤白糖给刘夫子，是样品，不算卖钱，算人情开销。还有你明天去现学，要带拜帖、束修礼。拜帖去文生哥那边拿现成的就行，束修礼得另备，这些都要提前算好，明天一早拿不出来就来不及了。明天去现学不一定能见到何教诲，束修礼不急。不行，万一见到了呢？空手去多不好。你可是拿了甲等灯谜的人，何教师亲自给你评的，他肯定记得你。你空着手去，人家还以为你不懂规矩。这只鞋底里我藏了10文，本来想等你穿破了再告诉你，让你走路踩到钱，讨个步步生财的好彩头。现在先拿出来，凑明天买束肤礼。这根簪子，明天拿去城里当铺，能当几两银子，买束修礼肯定够了。银簪子的事下午已经说过了，收好。可是苏唐，明天去现学，我自己能应付。何教官不是刘夫子，他看重学问，不看重树身。你把这些铜钱放回鞋底里，银子收回匣子，簪子戴回头上。不是，你平时也不戴簪子。这个差点忘了，外公留给我阿娘的一块荒地，在苏家村后山，不值钱，种不了庄稼，只能长些野竹子。但地契写的是我阿娘的名字，阿娘走后就归我了。这东西能不能拿去官府做个凭证，证明我不是来历不明的人？说不定对夫君去现学有用。收好，这是你阿娘留给你的，比银子值钱。你说的身份凭证以后用得上，但不是现在。那现在用什么？现在我有什么用什么。灯谜腰等的木牌还在，何教之认得我的字，这就够了。你把这些东西全收起来，一样都不用动。明天我空手去现学，他要不收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夫君，我觉得自己很没用，别人家的娘子，娘家有钱有势，能给夫君铺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9文钱一根旧簪子，一块种不了庄稼的荒地，帮不上你什么忙。谁说帮不上？明天我穿的衣裳是你洗的，鞋是你做的，背的书箱是你昨晚擦干净的，书箱里的干粮是你烙的饼，这叫帮不上忙？这些算什么帮忙？谁家娘子不做这些？别人家的娘子做了，
不一定会把铜钱藏在鞋底里讨彩头，也不一定能把一根破簪子擦了又擦还舍不得戴。这个给你，不是银子，是些别的。这唐一次做白糖那天留的。我想着万一以后白糖做不成了，至少还有这一小撮，证明夫君曾经用木炭变出过白糖。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夫君好梦。夫君，你明天去献学，要是何教务问你为什么被退学，你就照实说。别替我编什么好话，我是瘸子，是异童，这是瞒不住的。但你被退学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那个钱世安害你。你把事情说清楚，别把黑锅往自己身上背。行，我照实说。那就好，那我也照实说。以后谁问我的眼睛，我就说何教颖都知道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好问的？闷着睡不好。知道了，夫君也睡。大清早的谁惹你了？粥都凉了还不喝？昨天刘夫子的话你也听到了，清河这孩子书念得好好的，说退学就退学，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想通。想不通也得想，清河自己倒不急，你急有什么用？昨天他走的时候还说不读书也没关系，这孩子心大。他不是心大，他是怕我们跟着操心，自己扛着。我今天叫他过来，是想跟他商量商量，县学那边我托人去问问。何教济上回给他的灯谜评了甲等，兴许能说上话。大伯、大伯母，苏糖早上做了白糖糕，让我趁日带过来。这孩子手是真巧，上次送的白糖还没吃完呢，又做糕了。你等着，大伯母给你盛碗粥。大伯母不用忙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就做，大伯有话跟你说。昨天学堂的事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刘夫子那个人你知道的，死脑筋，认准的事9头牛拉不回来。他不教你了，是他没福气。大伯想了一晚上，你那个白糖生意现在做得好，但一个读书人总归不能一辈子卖糖。你有没有想过去县学试试？想过，今天下午就打算去县学走一趟。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容易撂挑子。不过你去县学，光拿个灯谜的木牌不够。何教景虽然给你评了甲等，但收学生不是儿戏。这样，我让你大哥文生写一封引荐信。他在酒楼做掌柜，跟县学里的几个夫子都有来往，说得上话。巧了，正想去找你。昨天爹托人带话给我，说你被刘夫子退学了。我昨天晚上回去翻了翻县学的规矩，县学收学生，要么有林生保举，要么有地方官员推荐。何教义上次给你评灯谜，算是有半面之缘，但这不够。我有个想法，张大人。张大人，县太爷。对，张大人上次审袁空案的时候，对清河揭穿骗局的事印象很深。后来灯谜的事儿他也过问了。我听说张大人最近在整顿县里的假僧假道，袁空的案子还没结。清河如果能把当初揭穿骗局的细节整理出来，写一份呈文，我托人递给张大人，这比任何引荐信都管用。这个主意好，县太爷都赏识了，何教师还能收。呈文的事可以慢慢写，但县学那边的规矩，除了引荐，还要有廪生担保。清河之前被退学，这一关不好过。担保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认识县学的陈教成，他教算学，跟我有点交情。不过爹，我今天过来还有件事想跟清河商量。你那白糖，醉仙楼打算长期订货，中秋前要一批白糖馅月饼料，中秋后还有重阳糕、腊月的糖瓜，一年四季不断。我在想，与其每次我去找你拿货，不如我们立个契约，你每月定量供给我，我按月结银。
价格比杂货铺再高一成。可以，契约的事我回去拟一份草本，下次进城带给文生哥过目。文生，你刚才说现学的事，先别急着提。清河，大伯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。你堂房的生意，大伯想入股，不是要分你利润。大伯这些年攒了些银子，本来是想给你堂弟文华上学用的。现在文华还小，不急。我想拿10两银子入股你的堂铺，不是要分红，是给你撑人面。你想，你一个年轻后生在村里开堂坊，又刚被学堂辍学，村里人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有想法。要是村长入股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以后谁敢说3道4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不答应。你爹走得早，我这个做大伯的没帮上什么忙，这次让我出点力。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等堂房赚了钱，每年年底给大伯送2斤白糖就行。大伯，银子我收下，但不是入股，是借，年底连本带利还清。堂房的利润每月单独列一份账，交给大伯过目。大伯是村长，也是堂房的半个东家，这个名分比银子值钱。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再拟一份正式的契书送过来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契书的事儿不急，你慢慢写。白糖糕凉了不好吃，咱们先吃糕。这糕比镇上点心铺卖的还好看。你媳妇儿这手艺，文生，你们酒楼点心师傅做的白糖糕有这个好不？这个是用清河家的白糖做的，回头让弟媳把方子写下来，我跟画厨师傅商量商量，说不定能上菜单。回去问问他。清河，成文的事你回去就写，袁空的案子你怎么揭穿的，每一步都写清楚。油锅里垫醋，猪骨头灌水银，只归图熊狗胆识，越详细越好。张大人是务实的人，不喜欢花哨稳章章，你把原理讲明白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知道，成文写好后怎么递给张大人？你写好了拿给我，我跟县衙的刘主簿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托他转交，比从正门递进去快。不过你得快，我听说中秋后张大人要调到省城去，晚了就赶不上了。3天之内写成。还有一件事，你那个前同窗钱世安，他爹钱员外自从袁空的事之后，跟我们家酒楼也断了生意往来。我听说钱世安到处跟人说你坏话，说你是退学的败类，这种人你以后得防着点。钱家的事我心里有数，多谢文生哥提醒。弟媳做的白糖糕，别忘了把方子写给我。袁空案的过程写得清楚，但张夫人要的是写得不顺，是背后的原理。油锅为什么不烫手？猪骨头为什么会发出叫声？原理讲太深，怕张大人觉得我卖弄；讲太浅，又怕他觉得我敷衍。张大人是审案的，又不是看戏的，你就当写账本，每一步用了什么东西，起什么作用，花多少钱，这样写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我不是说你的文章是账本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你这个比方比文生哥说的管用。张大人务实，不喜欢花哨文章，你就当写账本。什么时候我的文章也要按你的路数来了？那是因为我会记账了，你教的。夫君，偏菜不能浇太多水。偏菜明年才种，你梦里已经在浇了。
听说没？沈秀才被刘夫子退学了，原因是品行不端。人家夫子亲口说的，闯花魁闺房，让钱家公子当场抓住，这事儿在城里都传遍了。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，还开糖坊，到处卖白糖。原来学堂早把他除名了，都1个多月了。一个读书人被学堂赶出来，比我们这些泥腿子还不如。可不是，还有他家那个白糖，谁知道怎么弄出来的？我听说有些黑心商人拿石灰漂白糖，吃了要坏肚子的。他们家的糖那么白，该不会也用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阿春婶，我们家的白糖是用黄泥水淋的，没用石灰。上次贵婶亲眼看过，不信你问他。还有，我夫君被退学是被人害的，他不是品行不端。你怎么知道不是？你又没亲眼看见。我夫君说了，那件事是有人指错了路，他什么都没做。我信我夫君。说起来说。村长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这2天村里传的不太好听，说沈秀才的白糖是用石灰漂的，吃了坏肚子。我家那口子也在传，我昨晚跟他吵了一架，他不听。这话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，但传得挺快。石灰漂白糖，胡说八道！清河家的白糖，我亲眼看他媳妇儿做的，用的是黄泥水，干干净净。这谣言从哪儿来的？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前几天有人在村口说的，说城里有人讲沈秀才的白糖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沈秀才的糖在城里卖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有这种话了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让你家那口子别再传了，我来查。石灰瓢糖，这帮嘴里长了卵疮了乱喷！沈秀才，要不要我去村口贴个告告？谁不信就来糖坊看，睁大狗眼看看，咱们到底用没用石灰？不用贴告示，告示一贴，反而显得此地无银300两。这谣言不是水桥村的人自己想出来的，水桥村的人不懂白糖怎么做，更不懂石灰品白是怎么回事。能编出这种话的人，至少见过白糖生意，或者跟糖坊有过节。你的意思是，城里那边传过来的？我猜是钱家，钱世安跟我有旧怨。上次在元空那件事上，我让他家丢了面子。他爹钱员外跟文生哥的酒楼断了生意往来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找人散布几句谣言，成本低，效果好，既能让糖坊的生意受影响，又能让村里人对我有看法。一石二鸟。钱家那个钱员外，就为了这点事至于吗？对钱家来说，面子和生意都是大事。不过目前只是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但不管是谁传的，当务之急是把谣言止住。志强，明天你帮我办一件事。你说，明天早上请几个村里年纪大、说话有分量的长辈到堂坊来。三叔公、大山叔，还有你爹六叔，都请上。就说沈清河请他们来看灵堂，从头到尾，每一步都让他们亲眼瞧着。另外，再请几个平时跟我们家没太多往来的村民，也一起叫上。你这是要当众演示？对，谣言止于亲眼所见。另外，大伯，想请你帮我查查，这谣言最早是从谁嘴里传出来的？不用声张，暗中问问就行。行，这事交给大伯。钱家那边要不要我跟文生说一声？先不急，等查清楚源头，再告诉文生哥。如果真是钱家，张大人那边我正好有一份成文要递。元空那案子，钱家当初可是苦主，如果苦主跟行骗的人之间有什么牵连，张大人应该会感兴趣。这个侄子如今说话不疾不徐，
但每一句都有后手，比我这个做村长的想的还远。今天在河边，阿春婶说你什么了？你知道了？阿峰叔跟大伯说了，大伯告诉我的。他说我们家的白糖是用石灰漂的，吃了坏肚子，还说你是被学堂赶出来的，品行不端。我回他了，我说我们家的糖是黄泥水淋的，没用石灰。夫君被退学是被人害的，不是品行不端。他就走了。明天我在糖坊当众演示淋糖，你过来帮我。你比我会招呼人，长辈来了要端茶倒水，志强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当众演示，是为了堵那些传谣言的人的嘴？让他们亲眼看看白糖是怎么从黄土水里出来的。看完还传，那就是故意造谣了。好，明天我早点去糖铺，把案板擦干净，茶叶也带上。上次苏茂送的那包新茶还没拆，正好用上。夫君，我今天跟阿春使顶嘴的时候，腿没抖。腿没抖，说明你不怕他了。不是不怕，还是怕，但是怕也要说。以前在苏家村，别人骂我灾星，我一句都不敢回。现在不一样，他骂的不是我，是我夫君。骂夫君的话，我忍不了。这地方空了有3年了吧？以前是老孙头磨面的，老孙头死后，他儿子进城做工去了，磨坊就一直空着。房契在村公所，我爹说你要租，1年200文，意思意思就行。够大，比家里天井大2倍，放4口瓦溜出手有余。顶上缺的瓦片今天补上，南墙那个洞用碎砖堵一堵，灶台重新砌一个，3天能弄完。瓦片我家有多的，去年翻修屋顶剩下的，碎砖村口砖窑边上捡就有，不要钱。灶台我来砌，我在窑上干过半年，砌个灶不在话下。地上这层灰得扫3遍，墙角有老鼠洞，得用碎瓦片堵死。窗户也要换新窗纸，这里光线不好，窗纸换白的，白天不用点灯也能干活。这里以后就是审计糖坊，志强是第一个帮工，每月工钱300文，中午管1顿饭。文浩哥，你田里活多，有空来搭把手就行，按天算工钱。苏糖还是管账和淋糖的手艺，招了新工人你来教。工钱按天算的话，得专门设一栏账，每人的出工天数、工签结算日、中午管饭的菜钱，这些都要分开记。我今晚回去画个新账本。账本什么的我听不懂，反正以后谁要是再传审计白糖用石灰漂的，我就把他拽过来，让他亲眼看看这磨坊里到底有没有石灰。对了，糖坊开张之前要不要摆2桌，请村里人吃顿饭？我爹说新开张的铺子都要请客，图个吉利。请，但不是现在。等糖坊第一批白糖淋出来，请村里的长辈过来看淋糖，看完就在这院子里摆2桌。大伯说过，让他们亲眼看着白糖是怎么从黄泥水里出来的，比说1万句话都管用。我昨晚提前画好了，你看这样分行行不行？家用和糖铺的账分开记，月底结总账，工签按每月初1结算，正好跟杂货铺和酒楼的账期对上。行，你这个账本的格式比镇上杂货铺掌柜记得还清楚。以后糖坊的账就归你，我的书箱里只放书，不放账本。
夫君，你看这墙缝里藏了东西。老天保佑，明年多磨3担面，给孙儿买笔墨。这应该是以前的老孙头留下的。老孙头是不是那个孙子在城里做工的？他藏这些铜钱是想给孙子买笔墨，可是没等到那天就走了。不挪走，留在这里，就当给老孙头还个愿。以后堂房赚了钱，我们也在墙缝里藏个纸条，写老天保佑，明年多临10斤糖，给夫君买纸笔。挂牌，你是堂房的账房兼掌事师傅，你来挂。先浇中间，再转着圈浇边上。嫂子，这黄泥水的浓淡怎么看？上回我自己试了一次，浇出来的糖有点发黄。黄泥水太稀，杂质吸不走；太浓，下得太慢，糖沙会结块。你看，舀起来的时候能在勺子上挂一层薄浆，往下倒的时候不断线，这个浓度就正好。嫂子，你这手艺，我看10遍都不一定能学会。我刚开始也做坏了好几锅，多做几回就会了。以后你要是学会了淋糖，我就专门管账和出货，不能再天天蹲在瓦溜前面了，腰受不了。银子你收好。昨天我跟三叔公和大山叔都打了招呼，后天你把堂房的白糖当众演示一遍，他们都会来。那几个传谣言的人我也查得差不多了。最先在村口说审计白糖用石灰漂白的是张货郎。张货郎说他是从城里一个茶馆听来的，茶馆里说这话的人是你以前的同窗，叫钱世安。果然是钱家。张货郎那边有没有怪他？没有，张货郎自己也是被人当了枪使，他知道真相后气得骂了半天。他说后天他也要来堂房看演示，看完去城里找那个茶馆帮你们辟谣。还有，你让我查的另一件事，钱世安跟袁空有没有关系？暂时没查到确凿证据。但有个细节，袁空被县衙抓走那天，钱员外家的管家去牢里探过监，说是替老妇人还愿。一个被骗的苦主去牢里探监还愿，不合常理。探监还愿，这个可以写进成文里，不用下结论，只要把事实摆出来，张大人自己会判断。后天的演示，多谢大伯提前跟长辈们打好招呼。到事结束后留大家吃顿饭，饭钱算堂房的开销。饭不用你管，让你大伯木做。他虽然嘴硬，但做几桌饭是愿意的。上次吃了你们家白糖糕之后，他回来说了好几天，说你媳妇儿手巧。磨坊里的老孙头藏了一辈子铜钱，没等到给孙子买笔墨那天，苏唐说要替他写张新纸条压在墙缝里，给夫君买纸笔。他大概不知道，我已经开始写成文了，不是写在纸上，是写在他教志强淋糖的每个下午里。中秋前，醉仙楼要赶制一批上等月饼送给省城的贵客。东家指明要用最好的白糖做馅料，这批月饼一共要做500盒，每盒用糖2两，总共至少需要60-70斤白糖。长勺老夫说了，只用你们审计的糖，别家的不要。多少？60-70斤，半个月之内。中秋前10天交货，价钱比平时高1/5，这是东家特批的，因为是送省城贵客的，用的料必须是最好的。清河，你接不接？接。不过60-70斤半个月做完，光靠现在这4口瓦流不够，3天之内得加2口瓦流，黄泥要多备1倍，原糖去苏茂那边再进一批。人手，志强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
文浩哥那边田里的活收完了没有？文浩昨天跟我说，田里的稻子收完了，后面几天闲着，那让他过来帮忙，按天算工钱。原堂成本、新瓦溜的钱、多出来的人手工钱、加购的黄泥和柴火，这笔大单做下来，比平时1个月的利润还多。但成本也要先垫。现在手里的现银够不够？够。大伯上次入股那10两还没动。加上上个月攒的杂货铺和酒楼的货款刚结清，能垫得起。银子的事不急，我先预付1半货款，明天送过来，剩下的1半交货时结清。这是醉仙楼的规矩，大单预付，小单货到结。你们审计的堂在东家那里挂了号的，算是老公共商了，弟媳不用惊讶，以后这种单子多着呢。对了，中秋那批月饼的馅料配方里，除了白糖还要掺一点桂花蜜。桂花蜜我们酒楼自己有，但白糖必须是你们家的。清河，这批货可不能砸了审计的招牌。砸不了，这批白糖我亲自淋。好家伙，这一袋原糖怕有40斤。苏茂说你们要的急，他连夜让人从仓库里搬出来的，连搬货的伙计都打哈欠。文浩哥，你先把糖放下。灶台上有热粥，嫂子晚上熬的，加了肉末和皮蛋，1人1碗。还差20斤，今晚再熬1锅糖沙，明天淋1天，后天晒干装袋，赶得上。今晚熬2锅，你扛来的这批原糖正好够2锅的量。你吃完粥帮志明调好你水，让志强去睡1个时辰，回来换我。不用睡，我还能撑。沈秀才，你歇一会儿，你站在瓦溜前面快2个时辰了。淋糖工序不能换人，换了手法不一样，出来的糖粗细不匀。粥先喝，瓦溜我替你淋1锅。你放心，我跟你的手法一样，先浇中间，再转圈，下水的速度我掐着数。你这手法比志强强，什么时候偷学的？不是偷学，是看你淋了这么多次，看也看会了。再说账本上每1锅糖，我都记了出糖量和黄泥水比例，哪个比例出糖最多，哪个浓度白糖最白，我比你还清楚。我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淋糖的手艺还没学会，嫂子看了几回就会了。你说这到底是嫂子聪明，还是沈秀才教得好？都有，不过我觉得主要是嫂子聪明，她连账本都能看懂了，淋糖算啥？志强，黄泥水调好了就去睡，你明天还要早起去苏家村再拉1袋原糖回来。好嘞。老张，把昨晚发好的面端出来，白糖到了，今天先试做1笼月饼馅儿。你这白糖比我在省城买的还细，做月饼馅儿绝了。以后醉仙楼的白糖全要你家的，别家送来的我一概不收。不过先说好，货要稳，不能断，这品相也不能掉。答应这2条，醉仙楼以后就是你家的长期主顾。这2条我答应。每批货出厂前，我娘子亲自筛1遍。你娘子亲自筛的？刚才那袋是她的活儿？师傅，这袋是筛的最细的，专门给月饼馅料用的，比刚才那袋还细1道，做馅料省得再粘。你拿回去试试，要是好，下次我专门筛1批细粉给你们。老张，
月饼皮也换这袋糖，这袋糖比刚才那袋还细，做饼皮不硌牙。省城那帮贵客肯定吃不出是村里糖坊出的。这是中秋大单的尾款，加上预付的那一半，一共比平时多赚了将近2成。下次大单是重阳糕，9月初9之前要50斤。你们糖坊要不要考虑再加2口瓦溜？光醉仙楼一个节日的用量，就能让你们忙半个月了。回去就加。还有，上次说的是，张大人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呈文已经递上去了，刘主簿说张大人看了很满意，这2天就会让人来村里核实。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候可能是何教师亲自来。8月12，醉仙楼大单全部交货，收款。等你告诉我尾款多少，我再填。就是这家审计糖坊，他们家的白糖看着白，其实是拿石灰漂的，城里都传遍了。我家婆娘买了他们半斤白糖回去冲水喝，全家上吐下泻了2天。这种黑心糖坊，趁早关了吧！怪不得，我听说醉仙楼订了他们一批白糖做月饼馅儿，别到时候把全城的贵客都吃坏了肚子。这种黑心糖坊还敢开，迟早有人来封你的门。我就说嘛，那白糖比雪还白，不用石灰漂怎么可能这么白？你们还不信？现在苦主都找上门了。沈家那个瘸腿媳妇呢？让他出来说清楚！别动手，动手就输了。他们血口喷人，什么石灰漂白糖，我们糖坊里连1块石灰都没有。他们知道没有？他们就是来闹的，你越气他们越高兴。你有什么话说？各位叔伯婶子，审计糖坊开门做生意，靠的是手艺和诚信。这位张货郎说我们家的糖吃坏了他家里人，我倒想问问，他在我家糖坊买了多少斤糖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有没有买糖的凭证？我在村口集上买的，那天你不在，你媳妇儿摆的摊儿，半斤白糖花了40文，谁会留这种小买卖的凭证？审计糖坊从来没有在村口集市上摆过摊，所有白糖要么在糖坊里直接交货，要么送到城里醉仙楼和杂货铺。这位大哥，你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不记得你。张货郎，你前天在城里茶卵被人家戳穿了，今天又来村里闹。那个茶馆的人我都问了，说审计白糖用石灰挑白这话是钱家公子钱世安传的，你跟钱家什么关系？查清楚了，张货郎昨天在城里茶馆收了钱世安1两银子，条件是今天到水桥村糖坊门口闹一场。茶馆掌柜亲眼看见的，已经写了证词。那个外村的汉子是钱家酱园里一个伙计的亲戚，也是被雇来的。钱世安这样做，是因为醉仙楼换了你们家的白糖，不再跟钱家酱云进货，钱元安面子挂不住，加上上次圆空的事，钱世安在城门口当众丢了脸，这口气他咽不下去。又是钱家，上回在学堂害清河被退学，这回又雇人来砸糖坊的招牌。要不要我明天带几个本家的兄弟去钱家酱酒门口，也给他们闹一闹？胡闹！你带人去闹，跟钱世安有什么区别？这事儿不能用他们的法子，他们的法子是违法的，我们得走正途。清河，你的呈文递上去了没有？递了，张大人的回函今天刚到。张大人说，钱世安雇人散布谣言，扰乱市集秩序，按大明律应吃20。袁空案有新进展，袁空在狱中供出，他行骗用的猪骨头和熊狗胆汁是由钱家酱族提供的，
张大人已下令彻查钱家犟嘴与元空诈骗团伙的关系。张货郎的证词和茶馆掌柜的证词一并送去县衙。钱家的事，县太爷亲自出面处理，这比咱们自己闹管用多了。你那个成文写得好，张大人看了之后还专门回了信，这面子不小。县学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何教警让人带了口信，说张大人跟他打过招呼了。中秋后来堂房实地考察，考告功课，过了他那一关，就能正式入县学就读。钱家被查了，他们会不会再报复？张大人虽然查他们，但他们有钱有人，万一暗中使绊子怎么办？不会，张大人查案，案子还没结，钱家不敢有动作。等案子结了，钱家酱园就算不查封，也会元气大伤。他们顾不上报复。而且大伯刚才说了，茶壶磕桌面磕不碎钱家酱园的招牌，但县太爷的朱红大印可以。你这张嘴越来越能说了。行，县太爷的朱红大印比我的茶壶管用。中秋前把钱世安的事处理干净，让你好好过个节。今天张货在堂房门口骂我瘸腿媳妇儿的时候，我没低头，我瞪他了。看见了，你瞪得他往后退了半步。阿春婶也在旁边起哄，让我出来说清楚。我出来说了，说完腿也没抖。放在2个月前，我肯定连门都不敢出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因为你被退学了，所以胆子反而变大了？以前你读书的时候，我怕给你丢脸，怕这怕那。现在反正已经退学了，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不是因为我被退学，是因为你自己变了。2个月前你只会躲在我后面说夫君我怕，今天你站在堂房门口，当着几十号人说我没有卖过这个人白糖，这叫底气。底气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你挣了一个糖铺，1本账本，几10个老主顾，还有今天张货老往后退的那半步。那半步也算？算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往后退。等你学会写审计堂坊4个字。我今天晚上试着写了，你看，这2个字是审计，这2个是堂坊，笔画太多，写的不好看。8月13，张货郎来闹事，被赶走。夫君说他是被人雇的，雇他的人叫钱世安。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你把仇人的名字写进账本里？账本上记的都是进出项。钱世安雇人来闹事，害我们少卖了多少糖，这也是一笔账。以后有机会让他还，不急，慢慢还。钱家将院因涉嫌与元空诈骗团伙勾结，已被暂封待查。钱员外被罚银200两，钱世安因雇人扰乱市集秩序之20，责令在家禁足3月。张大人这次是铁了心要整顿风气。钱家酱园一倒，城里好几家酒楼都要重新找酱料供货商。醉仙楼东家说了，以后酱油醋的生意优先考虑本县的作坊。你们水桥村有没有哪家做酱做得好的？大伯母做腌萝卜干还不错，不过那不算酱料，回头问问大伯。说正事，何教义那边定好了，中秋后第3天，他到水桥村来考要你的功课，顺便实地看看堂坊。张大人跟他打了招呼，但能不能入县学，还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4书重新通读了一遍，加上元空案的成文。何教育看了成文说，条理清晰，非愚者所能为。那就好，中秋好好歇2天，中秋后全力以赴。对了，弟媳的白糖糕别忘了把方子写给我，掌勺拉夫催了好几回了。你现在要是得空，跟我去酒楼坐坐，我让后厨给你装2盒月饼带回去，豆沙馅的，你媳妇儿肯定喜欢。今天来的都是村里长辈，3叔公、大山叔、6叔，还有几个之前对堂坊有疑虑的村民。张货郎也来，
他说要看完了去城里茶馆帮我们辟谣。大伯母提前过来帮忙烧茶水，大伯去村口接人。等下演示的时候，你负责淋第一口瓦溜。上次在醉仙楼胖师傅面前，你淋得比我好。我淋第一口，万一紧张手抖了怎么办？你上次在张货大面前都没抖，在自家人面前抖什么？再说你淋糖的手法跟我不一样，你转圈转得比我慢，黄泥水下得更匀，出来的糖更白。这是你的本事，不是我的。今天让他们看看，审计糖房的白糖是谁的手艺。行，要是有人问这手艺哪儿来的，我就说我阿娘教的。老六，你闻闻，这糖房里除了甜味儿，有没有石灰味儿？我闻着是没有。没有，我家志强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要是用石灰，他回来身上能不带味儿？石灰那东西烧手，沾一点手就脱皮。你看志强那手，好好的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不为别的。审计糖坊开门以来，村里有人传我们家的白糖是用石灰挑白的。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，把淋糖从头到尾演示一遍，每一步用什么料、什么手法，出来的糖什么样，各位亲眼看着，心里自然有数。演示完毕，有问题尽管问。这黄泥水黑乎乎的，怎么出来的糖是白的？黄泥水是用来吸杂质的，原糖熬成糖沙后，里面有很多杂质，颜色深，味道涩。黄泥水淋下去，杂质被黄泥吸走，跟着水流到下面桶里，上面剩下的就是干净的白糖。黄泥本身不进去，留在最上面一层的黄泥跟糖霜一起铲掉就行了。这糖比我家过年买的还白，石灰漂的东西我见过，漂出来的白是铲白，跟死人脸似的。这个白是雪白，亮晶晶的，不一样。各位看我手，我在这干了1个多月，天天调黄泥水、淋糖、筛糖粉。要是用石灰，我这手还能要？石灰烧手，一烧一层皮。你们看我这手，全是茧子，一层皮没掉。那个，这黄泥水淋糖的法子书上有没有记载？我昨天在城里茶馆被人笑话了一顿，说我没读过书不懂。我今天看了，确实没有石灰，但这个黄泥水我还是不太懂。天工开物里记得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老法子，不是我沈清河自己发明的，也不是什么歪门邪道。黄泥水淋糖，用黄泥的粘性吸附糖沙里的杂质和色素，出来就是白糖，干净无毒，比石灰漂的法子安全100倍。张货郎，你昨天在糖坊门口说我们家的糖吃坏了你家里人，今天你亲眼看了，还有什么疑问？沈秀才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收了别人的钱来砸你的招牌，回去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今天亲眼看了你这淋糖的法子，我服了。回头我去城里茶馆，一桌一桌帮你们辟谣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了。各位都听到了，今天这演示大家亲眼所见，回去也替审计糖坊说句公道话。咱们水桥村好不容易出个能挣钱的手艺，别让外人几句谣言就毁了。以后谁再传审计糖坊用石灰漂白糖这种鬼话，我这个村长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活了70年，吃过省城的白糖，也吃过京城的白砂糖。论白论细论甜，沈家的白糖不输省城，这是水桥村的造化。以后谁在背后嚼舌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
你刚才临堂的手法比我擀面还稳。三叔公说我们的白糖不输省城。三叔公活了70岁，他说的话应该算数吧？三叔公说话从来算数。以后你在村里走路，头可以抬更高一点了。还不够高。等何教育来考校攻克的时候，我要站在堂房门口，亲口告诉他，这个堂房是沈清河的堂房，这些白糖是我苏唐林的。我们家的白糖不输省城，我们家的读书人也不输县学的学生。行，到时候你亲口说，我站旁边给你递茶。好，茶要泡的浓些，何教义是贵客，不能怠慢。沈秀才，苏家村来人了，说有信要亲手交给你。沈公子，我们东家让送来的，信写了2天，种子是今年刚收的新种，比上批颗粒更薄。东家说先给你们试种半亩，不收钱。替我谢过苏老板。阿福，坐下喝碗水。从苏家村一路赶来，走了快2个时辰吧？还好还好，路上搭了半程牛车。东家交代这信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里，不敢耽误。多谢嫂子。清河贤弟，见字如面。上次你来苏家村谈的原堂契约已满3个月，这3个月你每次取货都是准时准量，货款从不拖欠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像你这样守信用的年轻后生不多见。夏季原糖价格再低1成，不为别的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另附甜菜种子1袋，是今年新收的，颗粒比上一批更饱满。先试种半亩，不收钱。若种得好，以后你的糖服原料自给自足，不用再大老远来苏家村进货，我也替你高兴。另有一事相商，你上次说想在村里开个小工坊，扩大生产，若有意，我可以入伙。你出手艺，我出原料和部分资金，利润对半分。此事不急，你慢慢考虑。中秋将至，待问弟媳好，苏茂拜上。苏茂要入伙？他家那青砖大瓦房我见过，在整个苏家村都是头一份儿。他要是入伙，咱们沈记糖铺的名头就更响了。苏家村的苏茂，水桥村的沈清河，2家联名，方圆几10里，谁还敢说半句闲话？我们东家说了，沈公子的为人他信得过。上次他去城里给杂货铺送货，掌柜的跟他说沈记的白糖在醉仙楼挂了号，掌勺师傅点名只收沈记的货。东家回来高兴的喝了2杯，第2天就提笔写了这封信。原糖价格再低1成，等于每斤成本能降将近2文，加上我们自己种甜菜，如果半亩试种成功，明年开春收了第1批，成本还能再降。到那时候，就算杂货铺压价，我们也不怕，利润空间大了，抗风险就强。至于苏老板入伙的事，我觉得可以跟他面谈，他出原料和资金，我们出手艺和糖谱，对半分合理。但他要占股多少，糖谱日常谁来管，这些都要定清楚，最好立个契书。你现在分析生意比我全面，要立契书，对半分是不是太保守了？大伯那10两是借，不是入股，年底连本带利还清，糖厂还是我们自己的。苏茂不一样，他是真的想合伙，既然要合伙，就要把规矩定在前面，不能含糊。至于对半分，我觉得可以，他出原料，我们出手艺，谁也没占谁便宜。不过有一条，糖坊日常谁管，这个要写清楚，我们管，他出钱出料，但不插手糖房的事。这条你想的比我细，回信我今晚写。苏茂要是同意这些条款，中秋后我们过去面谈，把契约签车了。阿福，回去跟苏老板说，信我收下了，
种子也收到了。合伙的事我认真考虑，中秋后当面面谈。多谢他这番心意。那我先回。东家说不用急，沈公子慢慢考虑。白糖糕真好吃，能再带一块路上吃不？夫君，中秋后去苏家村面谈，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。上次去是谈原堂契约，这次去是谈合伙。合伙比契约复杂，我得当面把账目跟苏茂对清楚。咱们家堂坊的账本现在有3本，一本记进出项，一本记人手工钱和成本，一本记老主顾的订货量和账期。这3本都带去，要让苏茂知道，他入伙入的不是一间草台班子，是正经做生意的作坊。你现在比文生哥还会谈生意，当初收你当小管家，值不值？值不值得看契圈签不签得下来，等签下来了再告诉你。这行写的什么？若蒙不弃，愿结金兰之好。金兰是什么？金兰就是兄弟。苏茂来信说就当交个朋友，我回他说不只是朋友，是兄弟。合伙做生意，利益是底线，但人情是长久。苏茂这个人讲信用，对脾性，值得结交。那我也要在契书里加一条，不是写在纸上，是记在心里。以后苏茂来堂房送货，不管多晚都留他吃饭。他媳妇要是来赶集，桂花糕和白糖糕各包一份，让他带回去。合伙是合伙，情分是情分，两样都要。内人主约，既为兄弟，日后苏兄及嫂夫人来水桥村，无论何时，必留饭。苏堂敬上。这样好。我去唐府之前，先把种子撒下去。这块地以前是种葱的，土肥，甜菜不挑地，种下去浇2天水就能出苗。半亩片菜我在后山脚下也看好了，等中秋后跟六叔说，让他帮忙翻地。半亩地，你一个人怎么种得完？谁说我一个人？六叔说了他帮翻地，春香说了他帮施肥，志强说了他帮浇水，我只要管播种和除草就行。再说我种地有经验，以前的半亩黄地我种了好几年，这半亩甜菜算啥？甜菜种子一袋，苏老板赠，今日种下，明年收。收后算原糖粉，比外购能降30%，预计明年此时糖房利润增30%。记在账上了，明年这个时候，咱们糖房的账本上会多一栏自产原糖。我等明年翻账本。嫂子，晒糖粉还没晒完。你在发烧，这锅糖让志强收尾，你跟我回去。就是有点累，不碍事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这锅糖粉是醉仙楼加单的，明天一早要送。志强，今晚堂房你锁门，收尾按墙上的流程单来，不清楚的明早再问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嫂子，你快回去歇着。糖粉筛3道，别偷懒只筛2道。哎，夫君，鞋底还差几针？明天你还要去城里，旧鞋底快磨穿了。鞋不急，先把汗发出来。糖粉筛3道，瓦六别关太紧，账本在床头，夫君别熬夜。
书上说发汗退热，跟大伯娘说的差不多。姜汤后背，多喝水，没有退烧药，就只能靠这些。装睡没用，看见你伸手了。我没拿，就是想看看还剩几针。先喝粥，喝完再喝姜汤。今晚出了汗，明天烧就退了。夫君，你熬的米都煮烂了，比我熬的还烂。烂的好消化，少说话，多喝粥。夫君，你有没有也喝一碗？我喝过了，你喝完这些再说。你每次说我吃过了都是没吃，以前喝粥的时候你就是这样，把自己的米都倒给我，然后说我饱了。夫君，明天你记得让志强把糖粉筛3道，醉仙楼的价单不能砸招牌，还有账本在床头，别忘了记今天的出货量。糖粉筛3道，账本在床头，出货量明天再记。今晚你只管睡觉。比这碗更烫了，苏唐，醒醒！阿娘，阿娘别走，早上还热着粥，你喝一碗再走。阿娘，他们说我是灾星，我不是，你别走，我以后不打碎碗了，也不多吃米了，你别走。不走，粥在灶上热着，等你好了再喝。夫君，我冷。夫君，8月朔日，白糖5斤，德银7耳3枚，购白米1斗，猪肉2斤，鸡蛋10枚。苏唐进门前，余常以焖米充饥，不便咸淡。今每饭必3菜1汤，皆出他手，不敢忘。8月15，中秋，苏唐第一次吃完整的月饼，豆沙馅儿，他说比泡在粥里的月饼皮好吃100倍。灯饰上他仰头看灯谜的样子，像小花第一次从柴房里探出头。今岁中秋，无憾。9月朔日，堂坊挂牌，苏唐灵堂手法已胜于我，账本字迹日渐工整。今日他对我说，以后谁再问眼睛，他自己答。从躲在我身后了，站在堂坊门口，当众驳斥谣言，中间不过2个月。此女非常人也，于何德何能得此良配？以上白堂所出之力，皆为苏唐之功，非我沈清河之能。清河谨记。翻我书箱了。这行字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前几天晚上你睡着之后，不是故意瞒你，这本账是留给以后看的。等堂坊做到第10年，等牌菜收到第10茬，等你学会看完言文，我再拿给你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糖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钱也不是我一个人挣的。黄泥水灵堂法是你在书上看到的，瓦六是你去定的，销路是你一家一家跑出来的。我只是做了一小部分，记了几笔账，淋了几锅糖，纳了几双鞋底，你为什么把功劳全算在我头上？2个月前，我吃的是发霉的米，穿的是长了毛的衣裳，欠了大伯10几两银子，
被学堂退学，村里没人看得起我。你进门第2天，我在城里卖糖，回来的时候想家里有个人在等我，得买点肉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正经吃饭，正经干活，正经活成一个有担当的人。这笔白糖值钱，这笔账不是我写的，是你写的，我只不过替你把账记了下来。你记你的账，我也记我的。以后这本账要留给孩子们看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爹当年一个人扛了那么多事儿，还说是我的功劳。这个黑锅我不替你背。苏唐回，家不是你一个的家，功劳不是你一个的功。再这样记账，我不给你做饭了。他用不做饭来威胁我，这是2个月前连粥里多放1粒米都要跟我争的小东西。现在他会威胁我了，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底气。夫君，大伯和大伯母什么时辰到？排骨汤再炖就太烂了，饺子也得等他们进门再下锅，不然出锅早了皮会坨。大伯说有时过来，文生哥和文浩也来。文化学堂放了中秋假，今天也在家，加上我们2个，刚好7个人，坐满一桌。7个人，我包了60个饺子，够不够？再炒4个菜，排骨汤、炒鸡蛋、蒜蓉青菜，还有你昨天从城里带回来的卤牛肉。卤牛肉切盘直接上桌，炒菜等他们进门再下锅，这样不会凉。够，你列的菜单比文生哥酒楼里的中秋宴还周全。这是我第1次办席，以前在苏家村，中秋都是一个人过，煮一锅粥，多放几粒米就算过节了。今年不一样，今年我们有家了，得好好过。这个给大伯母带走，上回他说你娘腌的萝卜刚脆，我跟他说了，我也学，试了3回，这罐最脆。以后年年中秋都腌一罐给他。大伯大伯母，菜刚出锅，饺子等文生哥他们到了再下，不然皮会坨。桌上有白糖，大伯母蘸饺子吃。排骨汤炖了1下午，骨头的油都炖出来了，大伯母多喝2碗。都是你一个人张罗的，这么多菜，你病刚好，怎么不让你大伯母早点过来帮忙？病早好了。再说大伯母再送来的红糖焦汤，我喝了发了2天汗就好全了。今天这桌是谢大伯和大伯母这几个月来对我们的照顾。这米酒是我去年酿的，埋在后园桂花树底下整整1年，就是为了等中秋开坛。清河哥，月饼是醉仙楼新出的白糖馅儿，掌勺师傅特地多放了2勺你们家的白糖。他说中秋后那批月饼馅料的订单量又要涨，等过了节我拿单子给你看。这2包桂花糕是东家额外送的，他说审计糖房是醉仙阁的老供应商了，中秋礼数不能少。这捆是给你家中秋烤火用的，我爹说中秋过了天就凉了，你媳妇儿刚病好，不能受寒。另一捆是松木，烧起来有香味儿，烤红薯最好。中秋烤火吃红薯，暖和一冬天。今天是清河成家后第1个中秋，也是沈家这些年最热闹的一个中秋。我替清河的父亲喝了这碗酒，替他父亲看看，沈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大伯，这是上次那10两银子，连本带利，一共12两，多出来的2两是这几个月糖房的利润分红。大伯是糖房的半个东家，分红理应有您1份。清河他爹要是还在，看到这桌菜得多高兴。他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你，怕你书念不好，怕你没人照顾。现在好了，书念得好，媳妇儿能干，糖坊开起来了，钱债还清了。他要是还在，大伯母，以后年年中秋都这样过。你和大伯做主位，文生哥带月饼，文浩带柴火，文华背功课，我负责做饭，吃到你们都咬不动排骨为止。直系包的饺子皮薄馅儿大，
比镇上饺子铺的还好。苏糖做的那双鞋耐磨，穿着去山上砍柴，踩到石头都没破。这是重阳节50斤白糖的月付金。来，夫君，你说阿娘在天上能看见我吗？能，今晚月亮这么亮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也觉得能。我刚才在心里跟阿娘说了，我说阿娘你不用惦记我了，我有家了，有夫君，有大伯大伯母，有一桌子人一起吃饭，我做的排骨汤他们喝的一滴不剩。文浩哥说我做的鞋踩石头都不破，大伯母说我包的饺子比饺子铺的还好。阿娘要是听到了，应该会放心了吧？明年中秋，菜谱里加一道排骨汤。你阿娘以前喝过你做的排骨汤吗？没有，她走的时候我还不会做饭，只会熬粥。那明年让她尝尝你的排骨汤，她要是托梦给你，你就问她咸淡合不合适。明年中秋也这样过，菜谱要翻新，菜单要提前3天拟好，桂花米酒也要多备2盘。树上挂灯笼啦！以前中秋都是在家煮一锅粥，从来没在村口见过灯笼。今年村里凑钱挂的，大伯说水桥村好多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今年粮价好，家家有余钱，就凑了份子挂灯笼放河灯。坐在那儿，靠前背风不颠簸。谢谢大昌叔。夫君，那盏灯上画的是不是嫦娥？那个兔子灯会转，兔子眼睛是红的，是红纸糊的吗？还有那个灯谜上面写的什么字？我只认得花和月，后面那几个是什么？想不想要一个？太贵了，我们看看就好。谢谢夫君，这是我16年来收到的最好的中秋节礼。就是这个谜谜，我记起来了。你那天回来跟我说，在城里写了个圆圈，何教义看了说好，就是这个圆圈。夫君，明年我也要学认字，学的比你多，学的比现在好。明年中秋，我要站在这里念别人的灯谜；后年中秋，我要写灯谜给别人猜。后年中秋，你写的题谜要挂在那盏莲花灯旁边，就挂它右边，跟它平齐。右边第2盏，位置我记下了。苏糖，阿娘，这是豆沙馅儿的，不用泡粥里，咬得动。很甜，比白糖还甜。这是我16年来吃的第1块完整的月饼，以后每年中秋都要来这家铺子买豆沙馅儿的。行，以后每年中秋都来。这家铺子要是关门了，就换下一家，直到找到更好吃的为止。明年中秋见。绸缎4匹，湖笔2套，端砚1方，陈年花雕2坛，瓜果蜜饯各4色，外加纹银50两。这些加起来比我们中秋节卖的那批白糖总破款还多，送的人是钱员外。沈公子君察，中秋前夕，家母旧疾复发，夜不能寐，请遍城中名医，皆束手无策。偶闻公子曾于元空案中降臣其骗术之害，有以水银灌骨一事，与家母惊吓最善。
某日，老夫协理登门求教，公子不计前嫌，以当日油锅之事详解于家母他前。家母听罢大悟，知昔日所谓恶鬼惨叫，不过水银遇热之物理也。心病既除，当夜安睡，次日饮食亦复如常。仁心医馆刘大夫曰：“此非药食之功，乃明理之效也。今备薄礼，以谢公子之德，令父拜帖一封，敬请公子过府一叙。”钱中溥顿首再拜。钱员外说的不计前嫌，是指他儿子钱世安雇张货郎来堂坊门口闹事那次，还是指他儿子在学堂害你被退学那次？你什么时候去钱府给老夫人看诊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中秋前2天，你在堂坊赶那批家单，我就没跟你说。钱员外亲自登门，带着拜帖来的。他说他母亲被袁空那案子吓出了心病，半年没睡好觉，请遍了城里大夫都看不好。他听说我当初当众揭穿了袁空的骗术，想请我去跟老夫人当面解释，不是道歉，是求医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油锅里垫的是醋，猪骨头里灌的是水银，纸龟上涂的是熊狗胆纸，每一样都拆开讲了一遍。老太太听完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原来不是鬼叫，是水银在叫。”当天晚上就睡着了。钱员外送我到门口，让我回来问你好。他说你上次在街上被他儿子当众刁难，他一直记在心里，改天亲自登门给你赔不是。礼我收下，不是为了给他面子，是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些。欠了人情睡不着觉的滋味，不好受。这50两纹银单独列账，跟堂坊的营业收入分开。以后万一钱家再来找麻烦，账本上这笔就是平凭证。我们没收他的赔礼，收的是他母亲的谢礼。不过这些绸缎我不会用，他儿子害你被退学的事，不是几匹绸缎就能翻篇的。绸缎收进箱子里，等钱世安亲自登门道歉那天再拿出来用。那可能要放很久。放不坏，绸缎比人情经放。钱员外那坛花雕酒怎么处理？你说不能白收，但酒又不能放账本上。今晚开坛，给大伯送半坛。他不是一直惦记着要喝陈年花标吗？说这辈子只在文生阁酒楼的宴席上喝过一回，剩下的留着，等苏茂来签合伙契书的时候招待他。花雕配白糖糕是不是不太搭？要不要再去城里买2斤卤牛肉？买。顺便去杂货铺进一批新瓦溜。堂坊那2口旧的用了3个月，底部的孔有点松了，黄泥水下的匀。中秋节那批白糖有几斤颜色不够白，就是旧瓦溜的问题。卤牛肉2斤，新瓦溜2口，苏茂合伙契书草稿要重拟。上次那版分红比例写得太含糊，这次要写清楚。还有，给苏茂的媳妇儿备1盒桂花糕。上回苏茂来信说，待问弟媳好，人情要还。这算不算破戒？你以前说过，堂坊的盈利不能用来给自己买酒喝。这坛不是买的，是凭本事挣的。你淋的白糖养出来的信誉，我写的成文挣回来的面子，这2样合在一起，才换来的这坛花雕。该喝。这一口给阿娘，阿娘，这是花雕酒，你也没喝过吧？我替你尝了，有点辣，但夫君说好喝，那就应该算好喝。何教是什么时辰到？
茶都换了3遍了，你媳妇儿这白糖糕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爹别急，何教士说辰时出发，从县河到水桥村走官道要1个时辰，差不多该到了。上回张大人那边递了话，何教委这次来主要是看看清河的书底子，再实地瞧瞧堂坊。张大人的面子在那里，何教委不会太为难人。上次学堂退学的时候，刘夫子也考了夫君功课，夫君对答如流，夫子没话说了，才说品行有亏。这回何氏要考什么？会不会又问那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跳着考的题？何教义是县学讲郎，考课规矩跟刘夫子不一样，他可能会问时事策论，比如袁空案的始末，或者本县农桑利弊，这2样我都有准备。成文里写的那些东西，随口能背出来。沈秀才，县学的先生来了，好几位，还带着书童。学生沈清河，见过何教义。数月竹3证书书方一别，教义风采如往。这位想是刘主簿，学生久仰。不必多礼。上次在3证书封你说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青青，当时就觉得你这个学生有点意思。后来袁空那案子，你在街市上当众拆穿骗局的手法，张大人多次跟我提起。今天来，一是奉张大人之命，实地走访袁空案的相关细节；二是考教你的功课。你在成文里写的那些油锅电醋猪骨灌水银指归图胆志，张大人说你写的条理清晰，非愚者所能为。我就来看看，这个非愚者到底有多少真才实学。何教义，刘主簿，请用茶。这是自家淋的白糖冲的糖水，夫君说比外面茶馆的清甜，不腻口。确实清甜，你家娘子冲茶的手艺不错。刘夫子退你学的事，我有所耳闻。今天不问你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那些死记硬背的功夫，那些你上次在3证书府已经答过了。刘夫子的书童后来都传了出来，说你一字不错。我问你2件事：第一，袁空案中你当众把手伸进滚油锅里，凭什么断定那是醋不是油？第二，你在成文中提到钱家酱油可能与袁空诈骗团伙有经济往来，这是你的推测，还是有凭证？回教育。第一问，醋的沸点极低，约在40-50度便开始沸腾，油锅看似滚开，实则温度连鸡蛋都煮不熟。学生伸手入锅之前，先观察了片刻，锅边无油烟，油面翻滚却不见飞溅，这是醋的特性，不是油的特性。第二问，袁空行骗用的猪骨头需灌入水银，水银价昂，非寻常僧人能轻易获得。学生查阅了县衙公示的袁空案供词，其中袁空供述称，水银是由城中某商户提供，但未指明是谁。学生不便妄下结论，只是在程竹中陈述了一个事实：袁空案发后，钱家管家曾以替老妇人还愿之名去狱中探查袁空，一个被骗的苦主去探监谢骗子，这个行为本身就需要解释。张大人让我来之前特意交代，你这个人不光有胆识，还有脑子。张大人看过你的成文后，命人彻查了钱家酱园与袁空案的关系，结果比你推测的还深一层。钱家酱园不光提供了水银，袁空用来涂纸龟的熊狗胆汁也是从钱家酱园进的。钱员外本人不知情，但其子钱世安和酱厂管事暗中与袁空有利益往来，此案已移交府衙，钱世安功名被革，禁足1年。张大人让我转告你，你这篇成文不光是自荐书，还是破案的关键线索。凭这一点，县学破格收录。多谢何教义，清河还不快谢过教义。且慢，还有一条，入县学需要本县再以李生担保。
刘夫子不肯替你做保，这是意料之中。何某不才，恰好是献血领生之一，这个保我来做。担保书一拟好，刘主簿带来了。不过你不要以为入学就万事大吉，献血每年考核一次，末等者除名。你入学已比同窗晚了数月，落下不少功课。何某替你做保是有条件的，明年岁考，你必须进前3等。学生明白，明年岁考，必不负教义所望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。张大人调任省城前，亲笔批了你的呈文，批语就4个字：可造之才。下月初1来献学道，述书全免，每月领邻米6斗。好，好。这就是醉仙楼掌勺师傅点名用的白糖，果然比省城的还细。何教义刚才冲我点头了，献学的先生冲我点头了。下月初1，我在献学等你，带上你的书，带上你的脑子，还有带上你娘子做的白糖糕。上次在三正书屋你走后，书屋掌柜跟我说，那个低迷的润笔费你拿去买了米和肉。他说这学生不酸腐，能成事。今天看了你的唐府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夫君，何教义夸我的白糖糕了，他说让你带去献血，你听到了吗？回头我多磨些细甜粉，专门给你做一盒带去。牌子不是挂的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翻新的？不是翻新，从今天起，这块牌子换一面挂。为什么要换？审计的招牌在醉仙楼杂货铺、苏家村都叫响了，换了招牌，老主顾会以为糖坊换人了。杂货铺掌柜只认审计的货，换了他不一定收。糖坊的手艺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灵堂的手法志强是跟你学的，账是你在管，人是你每天安排调度。我去献学读书，早出晚归，连淋一锅完整糖的时间都没有。招牌上挂谁的名字，就该是谁在操持。审计在城里叫响的是白糖的品质，不是我的名字。只要白糖还是那个白糖，招牌换了，掌柜的照样收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上回何教师来，你跟他说审计糖坊的白糖不输省城，以后你要说苏记糖坊的白糖不输省城，这句话比审计那块旧招牌值钱。这块牌子我挂在审计旧牌旁边，不摘审计，两个牌子一起挂。苏记在里面管生产，审计在外面管销路，分工。你教我的，糖坊是我们2个人的，招牌也该是2个。咱们糖坊有2个东家了。这片菜长得比六叔家地里的还快，嫂子你施了什么肥？糖坊灵堂滤出来的黄泥渣，拌了草木灰。以前我阿娘种菜就爱用草木灰，土松苗壮。那以后糖坊的黄泥渣都不扔了，全拉来肥地。黄泥淋糖，黄泥渣肥片菜，片菜收了又熬原糖，这一圈转下来，咱们糖坊连废料都不浪费。这本是糖坊的，这本是前菜的。以后我不在糖坊的时候，你自己记，字写错不要紧，能看懂就行。年底我要检查，前菜适中日志，不能少于1页。画的这么细，比我上回自己画的好多了。这行空白是写什么的？写备注，比如天气、气温，有没有虫害。
盘菜喜欢凉，怕热，明年入夏要搭遮阳棚。你自己试种的时候多观察，有什么发现记下来，以后扩大种植就有经验了。遮阳棚，竹子搭，顶上铺稻草，让文浩哥从后山多砍几捆竹子回来。堂坊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志强现在能独立灵堂了，新招的小学徒也上手了。苏茂下个月来送原堂的时候，我把合伙契书跟他最后敲定。醉仙楼重阳节的订单今天全送完了，下一批是腊月的糖瓜预定，我已经让志强把坛粉筛好备着。备菜试种今天是第16天，出苗率80%，比书上说的高1成，可能是咱们村的土比苏家捐的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下月初1去献血，那天早上提前叫你起床，被子要重新铺，书房墙角漏雨的地方趁这2天修了，修完再走。小花这几天下蛋少了，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我换一种糠喂她试试。以后咱们堂坊有2个东家，一个在县学念书，一个在堂府管事儿，说出去谁敢信？我信，我亲眼看着嫂子从临沂锅堂学起，到现在连醉仙楼胖师傅都只认他筛的糖粉。书包做好了，里面缝了个暗袋，可以放炭笔和碎银子。献血不比家里，同窗里肯定有像钱世安那种人，不要跟他们攀比，但也别让人看清了。每月龙米6斗够你吃，不够我给你送。6斗够了，献血有食堂，早晚2顿，中午自带干粮。那以后每旬我多领2锅糖，给你攒零花，不是从堂夫账上走，是我的私房钱，你放心用，不用记账。夫君，以前你教我认第1个字的时候，我连1都写得歪歪扭扭。现在我帮你管一整个堂房，你走之后，我不会让这块招牌砸在我手里。等你明年岁考回来，我要把堂夫的账本和偏菜的收成一并交给你看，到时候让你在账本最后一页给我批一个优字。你的字现在比我刚教你时工整多了。账本最后一页不批优，批苏记堂坊苏长氏，本年考绩甲等。那说好了，甲等跟你的曾弥一个等，你拿甲等，我也拿甲等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家有2张甲等，一张挂花灯上，一张记账本里。2个月前他连1都写得歪歪扭扭，现在他管着1个堂坊、半亩钱菜、3本账本、2个帮工。我走之后，他每天会比鸡起的还早，比月亮睡得还晚，但不会再有人说他是灾星了。苏记堂坊的苏长氏，他有名字，有招牌，有账本，有底气。拿着，不是银子，是你大伯母昨晚去庙里求的平安符。他说县学里都是城里的少爷，咱们农家人去读书，不能让人看清了，也不能跟人起冲突。这符贴身带着，保平安。大伯母费心了，我一定贴身带着。到了县学，好好念书，别跟人争嫌弃。家里的堂房有你媳妇儿管着，你不用担心。美勋让志强给你送一次干粮，不是信不过县学的食堂，是自己家的东西吃着踏实。这个给你，我自己削的。城里不比村里，晚上街上黑，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吹一声，附近的更夫能听见。我试过，声音传半条街没问题。堂坊的事儿你放心，嫂子现在临堂的手法比我还稳，账本记得比杂货铺掌柜还细。你安心读书，等你明年岁考回来，堂坊肯定比现在多2口瓦溜。盘菜试种今天第20天，出苗率80%半，比书上说的高半分。黄泥渣拌草木灰做底肥确实管用，我写进日志里了，等你月底回来给你看。苏茂下月初5来送原堂，合伙契书的条款我已经拟好了，让他过目签字，你安心去读书。堂夫的事交给我，年底让你在账本最后一页给我批甲等。
夫君，布鞋底3层，下雨天别踩水坑。现学食堂吃不饱就去外面买，私房钱在书包暗袋里。每旬回来1次，我炖排骨汤等你。苏糖。每旬回来1次，排骨汤多炖些，我带书回来温习，晚上要加1碗当宵夜。你拿甲等，我也拿甲等。你考现学，我管堂铺，咱们各司其职，谁也不输谁。沈秀才，你媳妇儿今天没哭，你记得不？3个多月前她第一次坐我这牛车跟你进城，从头到尾低着头，你扶她上车她都不敢看人。今天站在村口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这变化你自己觉得大不大？大。他以前连跟人对视都不敢，现在敢一个人在堂房里对着10几个村民讲灵堂。以前只敢喝米汤，现在炖的排骨汤能把大伯母吃红眼眶。这媳妇儿娶对了，不过也是你带的好。当初她被人堵在墙角骂灾星的时候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替她撑腰。村里那些闲话是你一句一句顶回去的。不是我带的，是他自己挣的。我只不过替他挡了几句话。堂坊是他一手撑起来的，账本是他一笔一笔记满的，招牌是他一块一块擦亮的。以后水桥村的人提起苏堂，不会再说沈秀才家那个瘸腿媳妇，他们会说苏记堂房的苏长氏。嫂子早。今天把重阳节后那批新单排一下，最先楼下个月要50斤糖瓜用糖，提前筛好细粉备着。10月初1，夫君去现学，今日堂旁开工第1锅，年底要拿甲等。苏糖自勉。瞧，那个就是何教义特批的，听说被刘夫子的学堂退过学，后来不知怎么走了张大人的手乱，空降到咱们班上。退了学还能入县学？咱们这儿可是正经官学，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？你看他那个书男，布头拼的，连个书箱都买不起。二位早，书南是布头拼的，但里面装的功课不一定比书箱里的少。至于学识，改日课堂上见分晓。今日课题诸位已看到，在开讲之前，本教义先请一位新童装来讲讲他的亲身经历。沈清河，你上来。各位同窗，数月前城中圆空和尚一案，想必大家都有耳闻。圆空自称辟谷6日不吃不喝，能以佛法引恶鬼入油锅，当众演示时满城百姓跪拜，钱家老夫人被吓得半年夜不能寐。学生今日要讲的不是佛法，而是这骗术背后的3样东西：醋、水银、熊狗胆液。先说这个油锅垫醋，看着锅里油滚烫冒烟，把手伸进去却毫发无伤。原理很简单，锅底先倒一层醋，醋沸点滴，遇热先滚，上面的油只是浮在表面，手伸进去碰的是醋，不是油。接着说这个猪骨灌水银，江湖上那些神像开口的把戏，用的是猪腿骨掏空，灌入水银，暗设机关，人一拜，膝盖压到案板，水银流动，骨头发声，听着就像泥像在说话。第3个，指龟有水，指蝶的龟背上涂一层胆汁，遇水即溶，毛细管吸水，指龟自然向前游动。不明就里的人看见了，就说是神龟显灵，其实不过是物理之性罢。这些把戏
说穿了不值一文。但若有人借他敛财骗人，就是伤天害理。我写这份呈文，不是要揭谁家老底，是想让衙门知道，有些案子看着像鬼神，其实是人手。此案告破后，学生承问张大人，建议将此类骗术的手法辨别方式编入县学教材，让更多读书人学会用物理常识辨别真伪。张大人批复曰：可造之才。学生不敢当这4个字，但有一点敢说：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背几句去考功名，是为了遇事能辨是非，明真假。听到没有？遇事能辨是非，明真假，这才是读书的根本。我叫陈文礼，坐在你前面2排。你这糕是自己家做的，看着比外面铺子里卖的还细白。那人做的，用自家糖房淋的白糖，加了红豆沙。你要不要尝一块？好好好！刚才你在讲台上讲的那案子，把我都听傻了。那个油锅电醋的法子你怎么想到的？说真的，我来县学2年了，见过不少能背整本《论语》的，可从没见过敢伸手进油锅的。其实原理并不复杂，说出来就4个字：醋沸不烫。你胆子真大！哎，跟你打个商量，下回合教日再让咱们写策论，你帮我看看。我这个人背书还行，一写策论就抓瞎。可以，爽快！那以后咱们就是同窗加饭友了。堂妹如晤，入学3日，一切安好。同窗中有名陈文礼者，品性爽直，亦可为友。何教育第1堂便命我上台讲圆空案始末，幸不辱命。食堂饭菜尚可，但比你炖的排骨汤差远也。你的白糖糕陈兄吃了，说好，下次若方便多烧2块。甜菜地若出苗，切记记录出苗日期与株据，此为岁末考绩之凭据。天凉天衣，勿省下柴火。清河手书。嫂子，沈秀才来信了，现学的信。夫君来信收到，白糖糕明天就做，让志强后天带去。甜菜出苗8成半，我都记下了，等你回来给你看账本。陈文礼这个同窗要是人品好，下次让他来村里吃饭，我多炒2个菜，排骨汤每3天炖1次，你放心。10月15等你回来。苏堂书。明天去城里送货，顺便帮我把信送到县学门房，告诉门房大爷，这是给沈清和沈秀才的，不用写收条，他认得我的字。志强，明天多杀2斤细糖粉。夫君在县学有个同窗爱吃白糖糕，后日一早多带几块。那同窗叫啥名？我记一下，以后美训都给他带。叫陈文礼。夫君说他品性爽直，以可为友。弟媳，清河不在，这合伙契书要不要等他回来再签？不急这几天。不用等，堂房的事我就能定。苏老板先看契书，条款我都写清楚了。第1条，苏老板出原糖和追加资金占5成利，我们出手艺、糖府、人工占5成利。年底分红，账目公开。第2条，糖坊日常经营由我全权负责，临堂、出货、招工、记账，苏老板不过问日常运作，但每季度可以查1次账。第3条，契书有效期暂定3年，
期满双方无异议，则自动续约；若有异议，提前3个月提出。这契书是你拟的？我跟夫君一起拟的，条款是他写的，字是我抄的，账本是我记的。堂父这几个月每一笔进出项都在这里，原堂成本、人工开销、出货量、主顾账期全有据可查。我们先让苏老板知道，你入伙入的不是一间草台盘子，而是一间账目清清楚楚的正经堂房。20两，第一批追加资金，入伙为凭。以后苏记堂房的原堂我全包了。下个月开始，每月送3趟货，风雨无阻。我媳妇说了，下次弟媳去苏家村，提前捎个信儿，她给你留新鲜桂花。你们家去年的桂花糕，阿福到现在还念叨。苏长室，白糖糕还有没有？上次带回去的，东家媳妇儿抢走了一半，我就吃了半块。臭小子，少说一句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去把牛车上的原糖卸下来，20袋，1袋不少。阿福，白糖糕有，今天出门前刚蒸的，给你装了满满一盒。阿福，搬完货进来喝了碗热茶，顺便把契书抄一份带回去留底。志强，叫文浩哥过来，带上草灰。这虫来的怪，昨天下午我路过时还没发现，一夜之间就铺满了3垄。我怀疑是隔壁六叔家的萝卜地前几天翻土，把藏在土里的虫卵翻出来了，飞过来的。先不管它从哪儿来的，从现在开始3件事：第一，志强，把所有染虫的叶片摘下来，装进布袋里，不能扔在地头，要拿到后山烧掉。虫卵留在土里，明年还会再来。第二，文浩哥，草木灰渡水，1桶水3瓢灰，搅匀了，从地头到地尾喷一遍，重点喷叶背面，蚜虫都藏在叶背。第三，这6垄没染虫的苗，用草帘子罩起来隔开，虫害最怕传染，隔开了至少能保住一半。10月初8，晴，蚜虫病害加重，需加快处理。赵志强，这些赶紧运走，别耽误了。明天补种，种子我去苏茂家拿，不用花钱。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昨晚在后山烧虫叶的时候，看到隔壁六叔家萝卜地头蹲着个人。天太黑没看清脸，但那人蹲的姿势不像是在干活，像是在放什么东西。不管是谁，虫害已经止住了，先把补充做完，其他的等夫君回来再说。治旱之本在水利，治水之策在疏导。请以本县为例，言其要害。水桥村地处清水河上游，两岸田亩养河灌溉，然河道淤塞多年，春旱夏涝交替为患。若于上游筑小坝蓄水，下游开渠分流，旱时放水盖田，涝时泄洪入河，则两岸300亩中下田可变为上田。
你策论里写的上游筑坝，下游开渠，这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从哪本农书上看来的？一半一半。农政全书里有筑坝蓄水的图示，但具体到水桥村的地形是学生自己勘测过的。今年夏天，学生沿清水河从上游走到下游，用步子丈量过河道宽度，用竹竿测过水深。坝址选在水桥村上游3里处的窄口，那里两岸石壁结实，筑坝省工省料。都停笔。沈清河的策论，本教义当堂念几句。若于上游筑小坝蓄水，下游开渠分流，旱时放水灌田，涝时泄洪入河，则两岸300亩中下田可变为上田。听到了，策论不是让你们堆砌典故，是要能落地。沈清河这篇文章，论据有出处，地形有实测，方案有预算，这才是策论该有的写法。本次月考，他的名次待本教育阅完其余卷子再定，但他这篇策论，抄一份贴堂3日，供诸生参考。沈兄，你怎么还懂水利？你家里有人干过这个？翻过几本书，也去河边走了走。你那个坝址真的不测过，走了多少步？大概6000多步，沿着河边来回走了2道。300亩中下田变上田，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？田亩数是我找李正问的，水流量是站在坝口自己数的，竹竿插下去，看水涨了多少寸，再按旧线书里的法子换算的。啊，行啊，沈兄。这句是你教我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夫君，这里。怎么了？看到夫君没瘦，我就放心了。锅里的排骨汤从中午就开始煨了，骨头都炖酥了。你开口就说吃的，不然说什么？何教志亲笔批的。他说这篇文章贴堂3日，供县学里所有学生参考。贴堂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文章是县学里写的最好的？不算最好，何教义说名次等阅完卷再定。贴堂是给同窗当范文参考，不是名次。那也是范文。这上面写的水利、筑坝蓄水、下游开渠分流，这是不是真的能做？如果能做，明年夏天咱们村那些下等田就不怕旱了。能做。何教义说他会把这篇策论转给新任县尊，如果县衙批准立项，明年开春就能动工。到时候大伯以村长身份出面组织。先回家，排骨汤要趁热喝。这篇文章吃过晚饭你再念一遍给我听，有些字我还认不全，但我想知道怎么把下等田变成上等田。这个水利400多字，认得有快300个。那几个新学的还记得？记得，你教的10来个，我自己从账本上学的10来个都认得。这2个不认识，还有这个，不过能猜出来是在说修水坝的事儿。差不多。这句，这个数怎么算出来的？不测的。不测，走了多少步？沿河岸走了2趟，6000多步。不是策论里写的那种算，要是村里人问起来，这个数你怎么跟他们算清楚？账本上要怎么记？明年秋收多收多少时，你要算给他们看。策论是写给考官看的，但账本是写给咱们自己人看的。你写，把演算的过程写下来，写成村里人也能看懂的账。写吧，到时候我再抄一遍，明天拿去给李正看。
清河两岸中下田约300亩，每亩年产稻谷约1担。如果水利工程完成，旱涝保收，每亩至少增产3到5成。中下田的田费是每亩3斗，上田是5斗，但增产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多交的赋税。用3年增产的收益，就能抵消全部工程费用。3年之后，净赚。这水利要是真能修成，不只是咱们家田菜地受益，整个水桥村都能多打粮食。到时候大伯脸上有光，你在县学里也能站得更稳。前菜明年扩大种植也要用水利，这2个数字有关联，以后跟县衙申请灌溉用水的时候用得上。沈清河，你也有今天。我可听说了，那沈清河前些日子居然做出这种出卖同窗的事儿，这种人居然还能贴堂，真是可笑。我叔叔在钱家酱园做账房，他跟我说，钱世安被革了功名，就是沈清河一手促成的。这种人，今天能卖钱世安，明天就能卖咱们。刘兄刚才说靠出卖同窗换来的担保，这里面有2件事要分开说。第一件，钱世安不是我出卖的，他雇人在我堂房门口散布谣言，扰乱市集秩序，违反的是大明律上市集条例。他家的酱园给袁空提供行骗用的水银和熊狗胆汁，袁空本人在狱中供认不讳。这2件事都有县衙公文为证，刘兄可以自己看。第二件，何教医给我做临声担保，担保书上写的推荐理由是成文有功，策论可造。这封推荐信现在贴在县学公告栏里，任何人都可以去查。刘兄既然消息这么灵通，不如先去公告栏看看。刘兄，你刚才说你叔叔在钱家酱园做账房，你叔叔在那儿做账房，这事你不可能不知道吧？公告栏上果然贴着何教尉的担保书，推荐理由跟沈兄说的一字不差。刘生，这张纸条上的字迹，本教义已比对过你的课业卷子，笔锋一致。你叔叔在钱家酱园做账房，你入县学的担保人就是钱员外。这件事你入学时没有向县客报备，按县学规章，担保人若与学子有雇佣关系或利益往来，需另行审查。本教义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3天之内写一篇策论，题目是《论公义与私怨之辩》，当着全班朗读，把今天走廊里说过的那些话收回去。第二，3天之内递交退学申请，你自己选。学生选第一个。沈生，你这篇水利策印，新任县尊已批复了。开春后，县里会派人来水桥村实地勘测，到时候由你陪同。明天把这篇文章重抄一份存档，原件自己留着。这是你在县学的第一份政绩，以后用得着。学生谢教义栽培。去吧，天黑了，路上仔细。钱家的人还在背后搞鬼，
钱世安被禁足了。但今天在走廊上说你坏话的那个人，他要是回去跟钱家人通风报信怎么办？你要不要跟何教仪说一声，让他防着点儿？不用，何教仪已经给了他选择，要么公开道歉，要么退学。他选的是道歉，以后在县学里，他不会再敢当面说一个字。至于钱家，钱员外上次亲自登门谢我救了他母亲。钱世安被禁足，钱家酱园被罚了200两。钱家现在自顾不暇，翻不起大浪。钱员外是明白人，但他儿子不是。钱世安这种人我见过，在苏家村的时候，那些欺负我的人也是这样的。你不得罪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欺负你；你得罪了他们，他们更要报复你。只有等你站到他们够不着的地方，他们才会闭嘴。明天抄测论，用不用换新纸？用家里就行。家里还有2张好纸，上回苏茂送来的，平常舍不得用，抄给县衙存单的东西，用糙纸不合适，别省这个钱。好，放这儿了，别忘记用。开春侦测水路的时候，我要一起去。你？甜菜地明年要扩种，扩了种就得用水，水怎么分渠怎么修，我得亲自在场，不能光听别人说。甜菜地是堂房的命根子，水利是甜菜地的命根子，两样都得握在自己手里。你押货，我推车。这批糖粉送到醉仙楼，路远，你脚路上霜重，不好走。你今天不是要陪何教仪去县衙见新任县尊吗？水利参测的事不能耽误。送货我和志强2个人就行，回来的时候我就坐牛车回来，这样中午之前准能回来。而且这里到醉仙楼后门路我认得，走了多少回了。到了醉仙楼先交糖粉，再跟胖师傅对一下下个月腊月糖的用量和交货日期。杂货铺那边也顺路把尾款结了。志强，放心吧，推车的事儿交给我。拿着，万一有主客不认你，给他看这个。这批细糖粉比上个月那批还细，筛了几道？筛了4道，是专门给腊月糖瓜备的料，颗粒细才能跟饴糖融合的好，做出来的糖瓜表面光滑不裂口。老张，腊月糖瓜的糖粉不用去城里订了啊！啥？不用订了？那用谁家的？苏记，苏记的糖粉比省城还稳，以后糖瓜馅料全用苏记的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胖叔，在单子上画个圈吧，算您签收了。得嘞，苏姑娘办事就是利索。那我去杂货铺了，您先忙着。嘿嘿。苏长士，从前多有得罪，老夫教子无方，犬子屡次3番为难尊夫与堂夫，如今犬子已被革去功名，禁足在家，这是他该受的。老夫今日当面向苏堂赔个不是，不敢求一句原谅，只求苏堂知道，钱家从此不会再与沈家为难。钱老，这是我们家糖房做白糖糕，新鲜出炉的，还带着温乎气儿。上回令郎在街上让人为难我夫君那事儿，我也没放心上。不过有件事我一直想当面跟您说一声。先前老太太被圆空那假和尚吓出心病，是我夫君登门给老太太讲的理。他说老太太是个明白人，听懂了水银遇热会响的道理之后，当晚就睡安稳了。这白糖糕是给老太太尝鲜的，跟咱们2家从前那些事儿没关系，就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专程给老人家的。苏长士宽厚，老夫铭记。
小子，你真厉害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教教我好不好？不是给我行礼，是给苏记堂坊的掌事行礼。这个掌事是谁都可以做，只要白糖林的雪白。下个月腊月糖瓜的订单量比去年翻了1倍，回去要提前备料，黄泥得多备几担，细糖粉要提前1个月筛好存着。大伯母，今天你生辰，菜都是我做的。鱼是夫君一早去城里买的，卖鱼的说这条鲈鱼是清水河上游的，没有土腥味儿。大伯母先尝尝。嫩不腥。苏唐，我以前还想赶你走，是我眼瞎。当初听人说苏唐是灾星，怕他克死清河，我就上门去逼问他，还想让他搬到后山去住。那事是我做的不对。苏唐进门这几个月，做的事我一件一件看在眼里。要不是他，清河到现在可能还是个被人看不起的退学生。他那些白糖方子，那些账目，那些跟献学里先生打的交道，哪一样是清河自己一个人能忙过来的？大伯母，以前的事儿不说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就好了。你媳妇儿今天做这桌菜，比我当年嫁进沈家头1年做的年夜饭还像样。以后现学放假别老待在城里，多回来。她在家里撑着一个糖铺，半亩田残地，不容易。不用敬我，管好你自己，在现学别跟人争嫌弃。每旬回来一次陪媳妇儿吃饭，就是孝顺我了。苏唐，下回清河要是欺负你，你就来跟我说，我不认侄子，只认礼。大伯母给你撑腰。明明美寻不回家的是我哥，他今天这顿饭是沈家这些年吃的最舒坦的一顿。这糕比你上次做的又绵了些。冬至里，献学里跟食堂大娘学的针法，练了好几回遂才封成。比你那的鞋底差远了，但比草纸包脚强。换上。暖和，比草鞋暖和100倍。谢谢夫君。手上冻疮还没好利索，针脚不如以前匀。这双鞋夫君先将就穿，等开春手好了，我再给夫君做一双更好的。4层鞋底，鞋帮加棉，鞋头绣字。这叫将就？苏掌事对自己的手艺越来越严了。不是严，是以前只给你一个人做鞋，做坏了反正你也看不出来。现在你是现学学生，穿出去的鞋不能让人笑话。谁敢笑话你，你就把你的账本给他看。
我活了16年，今年是过得最暖和的一个冬至。以前在苏家村，冬至都是我一个人过。阿娘走了之后，冬至就只煮一锅糙米粥，粥里多放几粒盐巴就算过节了。今年有饺子，有姜汤，有新棉袜，还有一个会擀饺子皮的夫君。开春献学放春假，我陪你去仁心医馆拿冻疮药膏。春夏之前，堂坊灵堂的活让志强多分担些。水缸里结的冰碴子我来敲，你不用管。不许再把手伸进冰水里洗瓦溜了。那瓦溜谁洗？我洗，你看着就行。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，下次献学月考不要再熬夜抄书到3更。何教育说贴堂的文章不用再誊一遍，人家夸你是你有本事，不是让你更累。行。田采地明年扩大种植，水利工程开春勘测，苏茂上回签的合伙契书要续，堂坊的瓦溜要再添2口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的手不能生冻疮，读书人写字的手金贵着呢。明年冬至还这样过？你擀皮我包馅，一人一双新袜子，灶台上煨姜汤，灶堂里烤红薯。行，再加一条，明年冬至的饺子馅儿换羊肉的。今天去城里买鱼的时候，看到羊肉铺子刚宰了羊，冬至吃羊肉饺子，一冬天不动耳朵。羊肉贵，贵也贵不过你的手。嫂子，这告示写的真不错，工钱、要求、管饭都写明白了。我以前去窑上找活，人家招工就贴个招人2个字儿，去了才告诉你工钱多少。你这比他们靠谱多了。告示就是要写清楚，省得人家来了再问，耽误功夫。这字是昨晚夫君教的，筛糖粉的筛字笔画太多，我练了好多遍才写对。今年腊月醉仙楼糖瓜的订单量比去年翻了1倍，杂货铺要备年货白糖，加上苏茂那边的合伙供货，光靠你和文浩哥2个人忙不过来，得再找2个，最好是村里干过农活、手脚利索的婶子。糖坊灵堂不费力气，但筛糖粉要心细，粗手粗脚的干不了。明白，嫂子，那我先去堂房开灶。苏长士，我别的不敢说，但肯定能吃苦。灵堂不会，我也可以学。你看，我这手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。苏长士，这是我早上做的煮鸡蛋，都是自家的鸡下的，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就是想着你面试也辛苦。桂婶和阿春婶，你们都留下。明日辰时上工，午时管1顿饭，申天下工，每旬休息1天，日抽15文，逢5结算。你们2个人今天先回去准备，明天一早来堂坊上工。里面是半斤白糖，品色差一点，但味道一样。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，
不是工钱，是见面礼。苏长室，你比你男人管的还细致。以后堂房里的事儿，你一句话，我和阿春绝不偷懒。苏长室，我明天辰时，别迟到。记住了。明天开始，堂房多2个人，灶台旁边再添一张案板。中午管饭的菜金每顿多算2文。筛完糖粉要轻筛孔，不然下次筛出来的糖粉粗细不匀。苏长室，筛子清好了，这些是卡在筛孔里的，我剔出来了，没敢扔，放在这碗里。你看看能用不？这些糖粒虽然粗些，但可以留着煮加汤用，不浪费。第1天就能记住轻筛孔。阿春婶学得很认真。苏长室，以前在河边我说你那些话，是我不对。我这张嘴从小臭，村里人都知道。那时候听别人说你是灾星，我就跟着瞎起哄。后来看见你给贵婶家送白糖，给狗娃送猪油汁，还给文浩做鞋，我就后悔了。今天你能让我来堂房干活，我真不知道该说啥。这点花生糖是昨晚上我自己做的，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住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把活干好就行。筛糖的3道工序也要记住。记住了，筛3道，第1道去粗粒，第2道去细粉，第3道精筛。漏了哪道你扣我工钱。我不扣工钱，哪道漏了，哪道返烘重做。返烘的时间不算工时，这是堂的规矩。明天继续筛坛粉，早上先调1桶黄泥水，浓度照墙上流程单上写的调。志强会教你，不会就问，不要自己瞎琢磨。糖粉筛坏了可以返工，黄泥水调错了，淋出来的糖颜色不白，那锅就白熬了。浓度照流程单上写的调，不会就问。松木柴比杂木耐火，用这个熬糖省柴，糖浆还带点松香味儿。这捆是给年前赶工备的，另一捆留着除夕手削烤火。我爹说今晚吃饺子不用等他，他帮你们把甜菜地的越冬草帘子铺好就过来。草帘子4边要用土压严实，不然夜风灌进去冻坏苗。这批货今天要全部筛完装袋，明天一早分2路送货。志强推车送醉仙楼50斤，文浩哥送杂货铺40斤。最后一批糖粉筛完装袋就封灶过年。年夜饭每人发1条五花肉，2斤白糖，从我私章上走。明年开春扩张，你们谁有亲戚想来的，都可以先报名。这批原糖是苏茂上个月送来的新货，甜菜种的第2代，糖浆比第1代更浓。淋出来的白糖估计能破醉仙楼胖师傅的最高评价。上次胖师傅说苏记的糖比省城的还细，这回可能就要说比京城的都还要细。
你要是真能让胖师傅说出这句话，你扛也得把这句话扛回来，贴在唐福墙上。这是早上刚蒸的白糖糕，你们路上当干粮。我今天这趟送货走的有面子，以前送白糖出去，人家问哪家的，我说审计的，现在人家问都不问，直接说苏记的货，歇后院就行。醉仙楼加杂货铺共90斤，加上苏茂那边的合伙分红，这是唐父开店以来单月利润最高的一次，足够给每人发一条五花肉过年，剩下的还够明年开春买2亩地，扩大甜菜种植。甜菜扩种到2亩，糖坊多加2口瓦溜，帮工再招2个。你算过没有？扩产后每天的黄泥用量要增加几担？黄泥从后山运到糖坊，单程小半个时辰，现在全靠志强一个人挑。产能翻倍，运力跟不跟得上？运力缺口，每天至少2担。要不年后买头毛驴，一头毛驴大概3-4两银子，从糖坊盈利里出。毛驴不光能驮红泥，还能帮文浩哥拉原糖。以后苏茂送来的货不用靠人扛了，毛驴还能驮甜菜、驮柴火、驮白糖去城里送货，一举多得。买毛驴之前先问大伯，他有相熟的马贩子。一头好毛驴大概3两5钱，别被人坑了。另外，毛驴买回来谁喂？小花被你喂的，胖的飞不起来了。小花那是吃太多糠，毛驴不一样，驴吃草不吃糠，谁有空谁喂呗，算糖房的杂活，不另加工钱。毛驴的草料从田财地边上的荒坡上割，也不花钱。养驴比雇人挑泥划算，雇人1年工钱够买2头驴，我算过了。你连驴的草料成本都算过了，什么时候算的？上个月，你不在家的时候。其实不光算了驴的草料，还算了好几样。明年开春水利工程动工，咱们家甜菜地在清水河上游，修水渠经过甜菜地，引水灌溉，怎么跟大伯和县衙派来的工匠商量？还有苏茂上回说想把他家那几亩坡地改种甘蔗，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合伙。他提了好几次，我一直没松口。我想的是，把2亩甜菜先种稳了再说。明天小年炖排骨多放些蒜，天冷驱寒。驴的事开春和甜菜扩种一并办。腊月23封账，利润购买毛驴1头，开春办。让他先蹲在案板底下，等开春再翻他的牌子。上联一门手艺糖如雪，下联半亩春风菜亦甜，横批苏记迎春。这一笔是不是比平时写的更长些？迎春的迎，那要拉得开，春才能进门。那明年春联写什么？明年交给你写，你的字现在有模有样的，写春联够用了。今晚不光是年夜饭，也是沈家清算旧账、翻开新天的日子。清河先说说现学的事，喜事要先报。现学岁考成绩今日发榜，经义策论、算学3科，总评第3等。何教晕批语8个字：水陆策论，已成县尊。开春后，县衙将派工匠来水桥村勘察清水河水利工程。大伯是村长，届时
由大伯出面组织。何教育看重你，这是沈家的光彩，但他也叮嘱你不能骄傲，3等之上还有2等、1等，读书的路还长。你也说说唐房的账，今年这个家，你撑了半边天。白糖销售总收入，苏茂合伙分红，扣除所有成本和人工开销之后，净利足够明年开春买2亩地，扩大甜菜种植，外加买1头毛驴。你这本账比村里公账还清楚。账本清楚是因为夫君教到的，而且这样才能管好糖坊。这是糖坊的东西。糖房是苏糖的，苏糖是沈家的。你也吃，别光顾着招呼我们。今天你才是主家。明年这2亩地种下去，沈家就在水桥村彻底扎根了。日后谁再敢说苏糖半句不是，就是跟我沈有德过不去。明天大年初一穿哪件衣裳？新做的那件淡青色被子我熨过了，挂在床头。穿那件就行。这是不是你早就准备好的？你年初说年底要拿甲等，我就提前写好贴上了，反正你肯定能拿到。明年我也要给你贴一个，等你院试中了，我在你成绩单上贴甲等，不用红纸，用金箔。苏茂上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小片金箔样品，说是省城铺子里用来表匾额的，我跟他要了一小块，留着备用。院试还早，先把你明年扩产的账算好。2亩地，1口毛流，2口瓦溜，2个新帮工。明年这时候，你的账本要比今年厚1倍。厚1倍还写得完吗？写得完，到时候不够写就再订一本。一个记账本不够用，这是糖坊的福气。以前阿娘说过，账本越厚，日子越暖。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写更多字，到时候春联上下联我全包，你只管横批。行，横批年年归我定，年年都换新词。给你做了条新腰带，藏青色的，配你正好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昨晚你睡了之后做的。本来想30前给你，没来得及，反正初一也不算晚。好了，去拜年。今年要多种2亩稻子。大伯母，棉袜是照着夫君那双做的，他说穿这个踩在灶台边上不冰脚。你这双手做糖也细，做针线也细，清河娶了你是沈家祖文茂青烟了。第1碗给你，以前沈家的规矩是年饭第1碗给长辈，以后改一改，
第一碗给长氏。这是县学朱红大印，等开春水利工程动工，你还要回来陪县衙工匠勘测，到时候全村人都能看见沈家出了个能为村里做实事的读书人。以后每年初一拜年，我都要看你的成绩单，3等、2等、1等，直到院士中榜。那不是苏老三家的外甥女吗？穿得这么齐整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这糕是自家堂坊做的，给阿婆们尝尝。苏堂这孩子变了好多。以前谁说苏堂是灾星来着？我看是福星。这是我每年初一给合伙人准备的开门红，今年是第3年。这是去年秋天特意给你们留的，就等你们来拜年的时候给你。做白糖糕的时候滴2滴，比外面铺子里卖的桂花糕还香。条款是年前沈清河帮你的，我逐条抄了一遍，你看一下。种子够不够？不够我开春再送2袋，算是合伙人的追加投入，不算钱。开春种子一到就开种，水利工程一通水，甜菜地产量还能翻1倍。明年初一，我带扩产的账本来给你看，账本会比今年厚1倍。阿娘，我现在是苏记堂房的苏长氏，管着一整个堂房半亩田菜地，4个帮工，1头还没买的毛驴，账本也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每一批白糖都淋得雪白，夫君在县学拿了第3等。以前他们叫我灾星，现在他们叫我苏长氏。春联能不能提前写？上联写阿娘且看，下联写苏记迎春，横批你定。归心。阿娘且看，苏记迎春，归心。好，明年初一贴在这里的柳树上。你留给我的银簪子，我今天戴了一整天，现在把它放在这儿陪着你。阿娘，新年好，明年初一我再来看你。书上看来的法子，加上你拼注的这些，播种深度比去年深半寸，株距加宽2指，底肥多加1成草木灰。这几条今天全试上。草木灰防虫，去年蚜虫就是从叶背开始的。今年底肥加草木灰，叶面再定期喷草木灰水，虫害能减半。轮作周期书上是3年1轮，但咱们地少，2年1轮。今年种前菜，明年种豆子，养地，后年再种偏菜。2年1轮会立跟得上，只要底肥给足。还有灌溉，水利工程月底动工，新渠从清水河云水正好从甜菜地东侧经过，渠修好了，浇水不用人挑，开闸就行，省下挑水的人工，够毛驴吃1年的草料。适种日志，扩征第1季。对比去年出苗率、虫害率、亩产量，年底出结论。你看看有没有漏的？若遇连阴雨，注意白粉病，排水沟加宽3寸。
这是我昨晚翻农政全书时查到的。甜菜怕涝，连雨天根部积水，易生白门病。去年排水沟偏窄，今年要加宽。排水沟加宽3寸，2月15前完工，志强负责。县衙刚送到村公所的水利工程勘测通知，月底工匠到，勘测路线从清水河上游窄口开始，沿河往下咸走，正好经过甜菜地东侧。东侧地势比西侧高约3尺，水渠从东侧过，开闸自流灌溉，能覆盖全部2亩地，不用另外架水车。你爹要是还在，今天会跟我一样蹲在地头看你们干活，看一整天。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帮着干活。那大伯就帮忙把爬墙搭起来，横杆立地2尺半，太高堑菜爬不上去，太低通风不好。2尺半是吧？行，我心里有数了。2月初2，扩种2亩，播种完成，排水沟加宽3寸，毛驴入伙，水利工程月底勘测。叹什么气呢？以前阿娘在的时候，开春就只种半亩荒地，收的粮食不够吃，就去山上挖野菜掺在粥里。那时候我觉得春天是最难熬的季节，青黄不接，米缸见底。如今的春天，家有2亩前菜，1个堂坊，1头毛驴，还有4个帮工，春天再也不难熬了。去年中秋，你指着这颗星问我是不是启明星，我是长庚。早上叫启明，傍晚叫长庚，其实同一颗星。今年开春，这颗星还在那个位置。阿娘以前说人走了会变成星星，那时觉得她是骗小孩的，现在觉得至少那可是真的。嫂子的膏越来越绵了。哪个狗东西！这是我刚才在书箱最底层发现的。信封上没署名，但纸张考究，用的不是县学统一发的草纸，而是外面铺子里卖的上好白宣，普通学子用不起。不是白宣，是米黄色的熟宣。城南文墨铺子里只有1家卖这种纸，价格比白宣还贵，买的人极少，掌柜一定记得是谁买的。先生，学生今日收到一封信，内容涉及水利工程勘测路线变更一事。书童，去把班里成绩名列前茅的几位学子一并叫来。是。每人当堂抄写一句话：水利者，农之本也。用你们各自的笔墨，只用县学统一发的糙纸。孙生，你过来看看。你虽刻意扭曲字形，但笔画收笔的顿挫方式几乎一模一样，尤其是野字那一勾，收笔时都习惯性的往上翘，这是长期临眼体留下的肌肉记忆，改不了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学生一时糊涂。上回月考沈清河拿了3等，学生只拿了末等，心里不平。恰好听钱家酱园的人说起水利工程的事，就动了歪心思。身为县学生，伪造书信陷害同窗，此风不可长。今日起逐出县学。
会知会府学备案，永不收录。去把刘主簿请来，这封信作为物证一并呈县衙。钱家将员是否在背后唆使，由县衙查证。是。刚才光顾着生气，糕都没吃完，现在事情解决了，补上。沈兄，你是真沉得住气，换了我早就动手了。我娘子说，跟人吵架的时候把证据往桌上一放，让他们自己看，比动手管用。你娘子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不是正在糖坊里训人？不是，是在教新来的帮工怎么筛糖粉。行，以后谁再往我书箱里塞东西，就按嫂子的法子，证据往桌上一放，让他们自己看。走吧，吃饭去，下午还有课。沈清河参与的水利勘测不受此事影响。月底按原计划随县衙工匠回水桥村实地勘测，勘测报告作为本学期实践课业，寄出学年总评。月底，水桥村水利勘测。那个姓孙的被逐出县学后，会不会记恨你？回头又去找钱家的人搬弄是非？何教义把那封信作为物证呈交县衙了，县衙会查证钱家是否在背后唆使。而且他被逐出县学时，何教义说了永不收录，这比任何处罚都重。他恨的是自己，不是旁人。永不收录，记在账本上就是死账，翻不了身。读书人把自己前程断在一封信上，比打架输了还窝囊。月底你带县衙工匠来勘测，具体要做什么？沿着去年测的路线重走一遍，用县衙的9维级和测绳把河道宽度和水位落差精确量出来，然后根据实测数据修订水利方案，写一份勘测报告交给县衙。这份报告就是实践课业，寄出学年总评。田采地的灌溉渠从东侧过，你勘测的时候顺便把东侧和西侧的地势差测一下。去年试种日志里我记得是东侧比西侧约高3尺，但那是步测，没那么准。你拿仪器测一下，我写进日志里，让县衙工匠来家里吃顿饭，我炖排骨汤。他们不在村里过夜，测完就走。中午吃顿饭耽误不了多少功夫，不是因为他们是官差，是因为他们跟你一起做事。第1年，静瑞购买毛驴1头，扩地2亩。明年目标产能翻倍。8月数日，白糖5斤，夫君说合格。3月初1，甜菜扩种出苗率90%，水利工程勘测完毕，新渠月底通水。以上为第1年全部账目。苏唐记。账本记满了，你说年底给我批阅，现在批吧。若雨连烟雨，注意白粉病。排水沟加宽3寸。已照办，次年500分并。甲等，苏记堂房苏长事，本年考绩，账目清明，决策有据，用人不疑，扩产有序，清河谨记。甲等，跟你的曾弥一个等。不一样，曾弥那个甲等是何教为评的，这个甲等是我评的。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分量重。为什么？因为灯谜只写了1个圆宽，你这本账本写了整整1年。以后每年1本，第2年、第3年、第10年。等糖厂开到第10年，把这些账本全部拿出来摊在这张桌子上，看看第1页和最后1页之间隔了多少个甲等。明年这2亩甜菜地空下来种豆子养地，后年再种回甜菜，
2年1轮，照你在农政全书上批注的轮作周期定的。豆子不光能养地，收成了还能卖给苏茂。他说他们村豆腐坊要运几百斤黄豆，不愁销路。豆子先种哪半亩？西侧那半亩先试1轮，试成了后年全部铺开。水利工程月底通水，灌溉不成问题，剩下就看土壤和天气了。试种黄豆半亩，秋后测土壤肥力。叹气什么？以前刚学记账的时候，写白糖5斤4个字要写半天，歪歪扭扭的，手指上全是炭灰。现在手指上也还是炭灰，但写的是扩产2亩，轮作周期，土壤肥力。炭笔磨出来的茧子比锄头磨出来的好看。明年这时候，你的账本会比今年厚1倍，后年会比明年再厚1倍。等账本厚到能垫桌子腿的时候，厚到能垫桌子腿，那也太浪费了。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给毛驴盯着。大半年没见你把家底全翻出来过了。上次是在床上摆银子，这次直接摆到颈沿上了，越摆越阔。一会儿我算好账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左边是糖坊的运营资金，包括陈菜扩种、新瓦溜、毛驴草料和帮工工钱，每一项都标注了预计金额和预留的余量。右边是你的赶考盘缠，包括院士报名费、路费、住店钱和纸笔墨砚，每一项都标了数。2堆银子加起来，刚好是今年唐府的全部净率，不差分毫。院士在府城，来回至少10天，住店不能住太差的。现学的同胞都住城南那家客栈，你也住那里。纸笔墨砚带2套，以防万一。我已经让文浩哥打听好了，府城南街那家文墨铺子卖的墨块比咱们县便宜2成。你想的比县学里的管事还周全。这些账你算了多少遍？不多，就3遍。你教我的，账要算3遍才能封账，你安心去考。考不上也没关系，有糖坊呢。鞋底夹层里又塞了铜钱。你发现了？老规矩，讨彩头。说吧，这次偷塞了多少？不是偷塞，是光明正大塞的，4枚，年前攒的。上次那批铜钱你也是这么说的，然后我拿去买了水利书。那批就是给你买书用的，这次的4枚是给你路上买水喝的。赶考的路长，别省那几文钱。何教仪今天找我谈话，县学岁考成绩已报府学备案，明年院试现推举5名生员参加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推举里有2行字：水利策论已成县衙，破原空案，成文有功。何教仪说府试和院试都在明年，时间紧，让我从明天开始全力备考。全力备考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能每旬回家了？是，县学有备考班，每天多上1个时辰的课，每旬只能休半天。那半天我来不及回村，来回路上就得1个多时辰。那就不回来。每旬我让志强刚给你送干粮、白糖糕、卤肉、新袜子，缺什么带什么。田采地和糖坊你不用操心，水利工程通水了，毛驴也买好了，扩产计划已经排到明年秋天，你只管备考。
去年冬至那双是献学鞋，这双是院士鞋。院士鞋底那4层，进考场不脚冷，考不上也没关系。考不上回来穿这双鞋，照样能去堂坊灵堂，照样能蹲在便菜地头帮我测地势。这双鞋不是绑在功名上的，是绑在你脚上的。菜菜试重日志我会继续记，每旬抄一份，让志强带去县学给你看。不能因为北考就忘了地里的事。水利工程已经通水，新渠灌溉正常。苏茂下个月来续签明年原堂供应契书，条款我先谈，谈好了让你过目，然后再签字。你刚才说考不上也没关系，现在又让我别忘了看甜菜日记。到底是想让我专心北考，还是不想让我忘了家里的地？两样都要。专心北考是你的事儿，别忘了家里的地也是你的事儿。你只管去考，考不上回来，堂坊还给你管，甜菜地还等你测。你是我夫君，不管考没考上，这个家都有你一份。好，等我回来。3月16，夫君去府城赶考。今日参菜第6页展开，新渠灌溉正常，毛驴换新长，苏唐记。